晚间天色微暗之时，众臣纷至沓来，个个都带着贺礼，致敬和赤渊麻木的收礼记录。除了朝臣，还有武将也来了许多。这是东夷除了朝堂之外，唯一能让文臣武将和平待在同一场合的机会。今日摄政王看起来似乎心情很好。确实如此，往年我等贺寿，摄政王几乎都是默然处之，可刚刚他竟然点头了。难道是发生了什么大喜事？不曾听闻呐。相较于文臣这边的叽叽喳喳，过道的对面武将倒显得异常安静，因为害怕冲动之下跟文臣吵起来。恭贺摄政王生辰，参见七王爷。望摄政王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这是诗诗送的生辰礼，还望摄政王不要嫌弃。原本北渊兄妹送一件礼便可尽了礼数，可黎诗诗却又单独送了一份礼，是一块纯白的手帕，一角清晰的可见一个南字。景玉眉头挑高，送手帕？南雨城什么时候用过手帕？好像用过。景玉突然想起之前他处置了胡三后，南雨城就是用手帕给他擦了脸上的血，有好戏看呐。景玉兴奋地换了个坐姿，他悄悄地望了眼南雨城，却正好对上他的视线。景玉眨了眨眼睛，什么意思？南雨城刚刚的眼神什么意思？居然瞪他。本王从不用手帕，七王爷，本王说的可对？对，诗诗公主不如送我吧，我还挺。七王爷如何？景玉无语，又瞪他。我是说，诗诗公主不如留着自己用吧，大男人谁用手帕呀？厅堂之下，众人见景玉说一句，南雨城身上的气压便低一分。果然摄政王与七王爷水火不容啊，这样下去迟早要打起来啊。可不是，就是不知道七王爷哪里来的胆子，竟敢屡次当众忤逆摄政王。哼，秋后的蚂蚱也就能蹦跶蹦跶，摄政王迟早会忍不下去。说的在理。众臣之中，乔任悠哉悠哉地抿了口酒，颇觉自己有些众人皆醉他独醒的意味，诗诗告退。这时，恭贺摄政王生辰，钟丞相今日正巧身体不适，故不能亲自前来贺寿，令下官务必向摄政王道歉，还望摄政王海涵。钟丞相为国为民，操劳万分，既然身体不适，就须得好好休息。不若本王允其休假半年，俸禄照发，众臣以为如何？吴启元惊吓更甚，他这是要变相的架空钟丞相的权力呀。老师只是偶感风寒，生怕传染摄政王，休息2日便好。便让钟丞相好好休息，明日则太医入府诊治，东于江山可离不开他。多谢摄政王。南永成，你说那诗诗公主是喜欢你还是喜欢我啊？说起来你这么凶，应该我魅力大一点吧？啊？七王爷在女子之事上也要同本王一争高下。那是，我一向都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你给我老实坐着，若去找黎诗诗，本王便将她关在皇宫，直到北渊使团离开。我去，你好凶残啊！你不怕人家北渊不乐意啊？那又如何？行，你狂，我不找他行了吧？我找别人。七王爷今日容光焕发，真是有先帝之风啊！不过，为何嘴角有一处红肿？嗨，他刚想说是南允城咬的，但是好像有损他的威风，上火了。没事，来，各位大臣，本王敬你们辛苦了，辛苦大家算计南允城，他日日欺辱本王，待来日本王定要他10倍奉还。七王爷再忍一忍就快了。吴大人，以前是本王太过自傲，现在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只要你们能打倒南允城，就是本王的救命恩人。七王爷，您不必客气，您是老师钦定之人，下官定竭尽全力的指使您。那本王在此多谢了。七王爷何必跟他们虚以委蛇？摄政王定能掌控全局。就是因为太多你们这种对南允城盲目崇拜的人，他才会不敢踏错一步。你以为他是神呐？我不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，他就真能掐指一算出来啊？给他能耐的，你看到的眼前人毫不费力，是他在人后付出了100倍辛劳。我在这个位置能做到的，何必要他牺牲吃与味去做？你说呢？是在下目光短浅，七王爷与摄政王不愧是高山流水，外人定然无法理解。小样，帮我个忙呗，你教教我怎么做那灯，就是上次在西南你送我的那个，我想给南雨城做一个，当做生辰礼。七王爷现在要学啊？你大致跟我讲讲做法和材料什么的就可以，我聪明，一点就透。好，在下给七王爷说些注意事项便是。七王爷模样可人，神情更是灵动，若为女子，
定然倾国倾城啊！北渊太子如此戏说我东夷王爷，是以为我东夷好欺负？摄政王言重，黎墨并非此意。七王爷曾与黎墨一同患难，我与七王爷相见恨晚，朋友间开开玩笑罢了。相见恨晚？七王爷可认你这相见恨晚的好友？定然是认的，毕竟我与他曾深夜患难，他为了救我还受了伤，黎墨铭记于心呐。北渊太子，摄政王有何指教啊？东夷的王爷跟你北渊的太子没有成为朋友的可能，本王不允许。摄政王如此霸道，竟连七王爷的私事都要插手吗？怎么，你要替七王爷出头啊？你还没有这个本事。摄政王不可能永远管束住七王爷。南雨城闭了闭眼，仍旧压不下去心里的狂躁。他以为那人在他身边便好，他以为他可以控制自己，不曾想一旦那人有一丁点远离他，他便无法自制，不忍困他，亦不愿放他，终有一日他会压抑不住，巅峰致死。摄政王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房间休息吧。滚！黎诗诗咬住嘴唇，脚步踉跄的离开。这时送你的生辰礼，不用客气。多谢。我说你该不会是喝醉了吧？没有，好吧。小牧野，你去哪儿了？一整天不见人。我去给南雨城找生辰礼了，费劲儿死了。看来我们家小牧野对南雨城挺好的嘛。我没有，小爷就算不找他报仇，也跟他成不了朋友。熊熊，你看到大雪球了吗？没看见。还说跟他道个别呢。我去，南雨城你疯了？你喝那么多干什么？南雨城，你喝醉了？低低的了一声，带着依赖和眷恋的声音。我刚刚问他醉没醉，他说没有。小牧野，你帮我在这里盯着点，我送南雨城回去先。南雨城，你喝那么多干什么？你居然偷偷把酒给喝光了。家里还有。有什么酒想喝，家里还有。哼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小七，有事说。你与那李默可是朋友？谁跟他是朋友？他不是好人，你离他远一点啊。好，离他远一点。我出去看看，你睡会儿吧。小七，小七。鸡腰被一手握住，火热的掌心贴在他的腰侧，掌心贴到了极致。小七，乖。南雨城弯腰将人抱起，动作极尽温柔，将景玉放在床上。景玉缺氧了，当他的手靠近景玉的胸口时，景玉却突然抬手格挡。我不碰，你好好休息。南雨城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南雨城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别跟我说你喝醉了，没用。小七，对不起，散魂香入体实为春药，我没控制住。散魂香？散魂香乃血主亲制，无解，若入脏腑，便会催生血气，有春药的作用。男人也可以解男人的春药吗？南雨城回答的有条有理。不可解，只是一时酒力加药力发作，我没有控制住。所以你现在身体里还有药力？不过也无碍，休养几日便可恢复。真的？不对啊，南雨城，你能控制不了春药的药效，不应该啊。散魂香乃血主所制，药效非凡。南雨城，你刚刚那样对我，除了药效发作，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啊？南雨城掌心冒汗，定定地看着景玉的眼睛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若说出来，君心如他心倒也罢，上天入海，他必为眼前人撑起一片天。可若这人从此厌他，远离他，他定会做出不可挽回之事，到时又该如何？可是他现在是男人的身份呢，南雨城也喜欢，应该只是把他当兄弟吧。虽然他总开玩笑说南雨城是断袖，可那是故意逗他玩。小七，方才我那般对你，你可喜欢？不喜欢，为了帮你解药效，我都晕过去了，你还想再来？不可能。若不晕呢？不晕，可以试试。小七，不可让别人那般对你，好不好？南雨城，你好歹也是摄政王，怎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，跟个孩子似的。答应我，不可让旁人那般对你。知道了，你现在是真的磨叽，有事说话。怎么血明的散魂香还有把人变傻的药效？小七，再等我一些时日。他还有一个未知的敌人，在隐患没有被彻底消除之前，他不可以让旁人知道景玉与他的意义。等你干什么？奇奇怪怪的。这时，主子，穆少爷离开了。小牧野，你说的是小牧野吗？他去哪儿了？纸鸢抬头，眼神突然落在景玉的唇上。七王爷在问你话。回七王爷，是牧野少爷朝城外的方向去了。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？先去找人，本王路上跟你细说。成交。牧野飞身出了城门。南允城，你要是真欺负我景兄，小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本王何曾欺负过他？小牧野，跟谁学的离家出走啊？七王爷带的好头，
小木爷，你怎么跟大雪球一样呢？我身上那么多优秀品质不学，偏偏学这个。景兄，这是我的事，我不能连累你们，而且百炼宫很危险。危险好啊，够刺激才好玩嘛。走，带路，别剁了这帮妖孽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去以身犯险，你带景兄回去。本王从来左右不了七王爷的决定。小木爷，单打独斗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呢。木爷终于抬头，嘴巴张得更大。怎么了这是？景兄，你嘴巴怎么肿了？肿了吗？啊，是不是他喝醉酒打你了？南允城无语，被狗咬的。南允城垂眸笑，什么狗啊，对着人的嘴巴咬。景兄，你疼不疼啊？不疼。景宇抿了抿唇，有一点点，不过还好。景兄，百炼宫的事你就别管了，他们都是一群不把人当人看的怪物，你让我自己解决吧。怎么解决啊？赶紧带路，一会儿天亮了。我不想连累你们，你梦玉楼人在本王这吃喝已久，更是连累。你养不起啊！养不起，本王的银子都是七王爷的。对，哼，你们两个一起欺负人。景兄，百炼宫真的不能去。南允城，你带我景兄回去，他不同意，你不能强行带他走吗？你在怕什么？若百炼宫再打七王爷的主意，不管是什么，本王都将铲平此地，屠尽满门。前几日百炼宫公主亲令要我取景兄，取景兄性命。南允城身上浓郁的杀气，就连风似乎都被杀气所震慑。我都没气，你气什么？小木爷，可是你没有对我动手，现在要一个人回百炼宫，你可别告诉我你是打算用自己的命来换我的呀。对不起啊，景兄，我阻止不了百炼宫，我太弱了。景玉又心疼又好笑，又到刷经验的时候了。景兄，你一定要去吗？万一他们非要杀你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本王在。带路，天快亮了。带路，我给你找场子。正在这时，一个银白的东西闪过。小白，你怎么胖了呀？你主人呢？大雪球，哼，这么晚是等着本尊给你们做早饭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啊？某人不想日后被讨厌，定然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木叶心情变得复杂，他一路上还在给南允城使眼色，让他带景兄离开。没曾想，根本就是南允城把人带来。你为何会在此处？哼，老不死的！本尊看此处风景不错，要他百炼宫让地方，他居然敢不让，本尊便将百炼宫悉数灭了。不过那老不死的不在百炼宫，让他侥幸逃脱。幸好你没杀他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来都来了，贼不走空，进去看看呗。七王爷何时成了贼？人总要有点副业。玄冥顿时口吐鲜血，身形晃了晃。南允城抓住他的手臂，替他稳住身形，强行压制寒毒，也要催动内劲，不要命了。不过是寒毒反噬，本尊受得住。摄政王府的冰窟，自行前去疗伤。南允城何时竟有了人性啊？咦，这什么破地方，恶心死了！百炼宫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恶心、肮脏，江湖人口中的邪魔歪道。那咱们小木爷这是做了回出淤泥而不染的小荷花呀。我是男人，男人不可以叫小荷花。那就大荷花。景玉呲牙笑。南允城和雪明走了进来，景玉回头看了一眼，雪明也正好看向他，他的视线落在他的嘴巴上，眼眸微眯。景玉昂着头，假装什么也没发生，捂住嘴巴。小木爷，这儿怎么这么臭啊？雪明喝了一声，扫了眼南允城，南允城更加淡定。许是学主杀人手段太狠，一具全尸也无。百炼宫人体内皆有蛊虫，人死虫出，血肉腐烂，这就是臭味的来源。好臭啊！本尊的散魂香倒是能盖过这味道，七王爷可愿一试？你那个散魂香入体后，是不是会有春药的效果？哼，七王爷这般问，是有人药效发作了。还真是有这效果。南允城没骗他。哼，散魂香入五脏六腑，常人必死。摄政王功力深厚，竟能自动将其转化为别的效用。学主智香高明，无人可敌。雪明忍不住翻白眼。南允城左手仍旧握着他的手臂，右手突然抬手轻挑着他的下巴，大拇指落在他的下唇，来回揉捻。疼吗？不疼啊。南允城眼眸幽深，恋恋不舍地盯着眼前人的红唇。上点药，明天就好。我自己来。我帮你。抹在景玉的唇上，景玉舒服地眯了眯眼睛。南允城见状，不由得勾唇笑，娇嫩的唇正在他的拇指之下，随着他的力度变换形状。看着那微张着毫无防备的嘴唇，南允城眼神一下变了，喉结微动，手指的动作变慢。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眼底的情绪被他强行压下。小七，怎么了？无事。脑海里的疯狂念头几乎要将他吞噬，多想将这人锁在身边。木野的哭声渐小。小爷到时候再给你买几件就是，我景兄有银子。小木爷，亲兄弟明算账啊！木野刚刚止住哭泣，眼看着又要忍不住。好，我买，这
尸地方有没有什么宝贝啊？我们去取了，然后一把火烧了吧。小七，这是姚妃，你母妃。景玉不由得盯着画像细看，这是她的母亲，不是这具身体的母亲。听说姚妃在怀孕之时，太医说她的身体恐受不住生育之苦，可姚妃坚持要诞下孩子，产后身体虚弱，后回天乏力，卧床半年，逝世于皇宫。眼前的人与画像上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姚妃身上多了些温柔，而景玉更多的带着一股英气和倔强。可若为女子，若头发散开，南允成恍惚了一瞬。南允成，他的画像怎么会在百炼宫啊？从我入百炼宫开始，这画像就一直在密室里，那这画像边缘不该沾上血。这看起来更像是故意恶心他一样。姚妃素来心善，为人温和，与这百炼宫绝无瓜葛。看看，这可是倾国倾城的美人，这是我父皇的唯一宠妃，保证抓住那老东西，给你赔罪。这地方可以毁了。他手中火折飞出，带着内劲，全烧了吧。黑暗中立着两人，看到没有？你的老窝被人端了。我这小儿子长本事了，竟结识了北雪学主这般人物。便不是学主，今夜你百炼宫也必亡。南允城你也照样惹不起。你说的我还可以找赤瑶报仇，是什么意思呀？此4人3个你都认识，剩下那人便是你的目标了。哼，那是智瑶的孩子，亲生的，唯一的孩子。男子？说是男子，本小姐找你做甚？竟是女子，竟是女子，赤瑶的亲生女儿，唯一的女儿。是，现在知道为何本小姐要你下任务杀她了吧？这么多年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混的。大小姐不必替我担心，我的小儿子不听话，我自然有办法收拾他。赤瑶，你命短，就让你女儿替你赎罪吧。这样再好不过了。这是南疆独有的大阴草，这百炼宫竟与南疆有关啊！看来南疆已经不打算再偏安一隅，妄想在这九州争一方名声。南疆驻云灵复国，舒心突然到师傅迷阵困景玉，杀心已现，加之百炼宫公主与南疆有关，且亲令木叶取景玉性命，种种迹象表明南疆所图在景玉，而今夜百炼宫公主正好不在，只怕也不是巧合。南允城眸底笼罩着一层寒霜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别过来，这东西很脏。走吧，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景兄，雪明忽然背过身，喉间传出压抑的咳嗽声。大雪兄，你怎么了？无碍。什么叫无碍？我问你怎么了？你灭了百炼宫，小爷不会白欠你人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本尊去灭百炼宫与你何干呢？闭嘴！便是你想抢地盘，总之是你灭了百炼宫，小爷不是不领情的人。闭嘴，不然本尊杀了你。木叶这下住了嘴，只是人仍旧跟着雪明而去。我们家小木也多招人喜欢，大雪球对他不错啊。文学主生于雪山，无亲无友无根，15岁凭空出现，扬言要壮大北雪，后用10年的时间成为九州闻之色变的北雪学主。无亲无友，好奇怪的人，总该有个来历吧？也许有，只是无人可知。以学主的性子，亦不会与人言深。这倒是，雪明这个人还挺让人捉摸不透的。哼，南允城，是不是我问你什么，你都会告诉我啊？希望也想知道的，想要的，本王尽所能，双手奉上。景玉心里美滋滋的，大概是一种征服的快乐。他刚来的时候，南允城可是天天算计他，天天琢磨着把他当刀使。经过他的努力，现在他都把金库送给他了，简直成就感爆棚。放心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他抬手握住景玉的小手臂。七王爷要如何负责？你想怎么样？视线落在景玉的红唇上。你昨夜说若不晕，可再试试。景玉眨巴了下眼睛，试试？怎么试啊？南允城往景玉的方向靠近一步，手臂却撑在他的后腰上，随后他轻轻俯身，靠近景玉的耳垂，嘴唇几乎贴了上去。闭眼。景玉听话的闭上眼睛，他想通过训练来加强对自己身体反应的控制，可是他好像退步了。南允城还没有像昨晚那样，他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，而且控制不了。景玉有些着急，蓦地唇瓣被堵住，景玉脑海里的想法和训练自己的计划全部变成了空白，喘息声渐起。景玉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南允城的，只觉得身体仍旧难受。后腰处，南允城的手掌灼热的几乎穿过衣服透进他的肌肤，后脑勺也被摁住，挣扎不开。南允城这一声带着娇嗔，还有轻微的颤声，其间夹杂着柔弱无力，激得南允城差一点失去理智。他强迫自己移开，额头抵住景玉的小七。景玉心跳得飞快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景玉的身体反应渐渐平复，理智回归，这才发现他居然被南允城整个抱在怀里，而且南允城的手
还握着他的腰，另一只手贴着他的蝴蝶骨。他猛地推开南允成，不敢去看他的眼睛。我先回东营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猛走，身后南允成只觉胸口一片空荡，眼底涌上懊悔。他吓到这人了，可食髓知味，他在景玉面前自制力几乎没有，该如何是好？南允成抬脚跟上景玉，不紧不慢，没有被景玉发现，一直暗中护送景玉进了东营，才转头离开。是他一时失控，一时贪心，竟还要一次。景玉可否是厌了他？东营，琪琪，从前闭嘴！你再讲故事，我就让你变成故事大结局时的反派。谢思嘴角抽了抽，故事大结局时，反派都是要死的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将军，请问你们那儿一个男人亲另一个男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男人亲另一个男人，怎么亲啊？就嘴啊！对于谢思目瞪口呆的反应，你们家那边这样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啊？谢思被气笑了。什么我们那儿你们那儿，就是整个九州亲嘴都是代表喜欢的意思。可那是两个男人，难道不是兄弟情吗？谢思下巴都要惊掉了，他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。都亲嘴了还兄弟情？七王爷你什么兄弟那么厉害啊？我又没说是我，本王说的别人。哦，将军你莫不是有什么偷窥的癖好，看人家有情人亲嘴作甚？什么有情人啊？你闭嘴！本王再问你，若是因为身中春药呢，可算寻常事？这个还真不好说，春药我也没中过啊。不过一般男人再怎么控制不了，也不会对另一个男人下手吧？除非是喜欢。九州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若出几对断袖之情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不过啊，是需隐居山林，省得受旁人指指点点之苦。说来说去，你的意思就是一个男人亲另一个男人，只可能是喜欢，真不可能是兄弟情。就连话本里也没有这样的兄弟情。景玉面色严肃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将军可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？你说若一个男人亲了另一个男人，这另一个男人并不排斥，应是如何？将军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一向聪明绝顶，怎么连这都不知道？问你就答，再废话我一脚踹你下去，信不行？好，若是被亲之人不排斥，那必是两情相悦，彼此喜欢。世间难得两情相悦之人，应祝福。谁问你应该怎么做？本王问你，那被亲之人当如何？谢思睁着眼睛，看傻子一样看景玉。两情相悦，自然是在一起啊。何谓在一起？景玉问得谨慎，谢思惊得彻底。将军，这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啊。具体一点。谢思皱着眉思考，这确实触及到了他的知识盲区，想着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，胡诌道：其实在一起，那是日日相伴，夜夜相眠，行走坐卧，举案齐眉。这么麻烦？还有别的吗？或许还有像将军看到的那般亲吻，乃至床子之间的欢愉。那是什么？景玉有点嫌弃谢思，都说了要具体一点。谢思无语，他有些绝望。将军不如找个青楼女子问问，或许能找到答案。景玉更加嫌弃，转过头不理谢思，心里却纠结着。按照谢思的说法，南允成喜欢他，不是兄弟的那种喜欢，想跟他睡一张床的喜欢。翌日，屁股撅那么高干什么？身体收紧，力量在腹部核心。你手指头抓那么紧，是打算把墙抠出个洞来啊？策应军一众人围观蚩尤被训，纷纷庆幸自己没有被景玉训。毕竟现在训练只是身体受罪，被景玉训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。挖苦人不带重样的。这时，七王爷，摄政王让末将前来询问，他可否进策应军？砰！蚩尤呆呆地望向莫风。谁？摄政王？那要进就进呗，问我干什么？末将这就转告摄政王。策应军一众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个个站得笔直。南允成视线扫了一圈，没有看到想见的人，现场一片诡异的沉默。这时林峰从营帐里走出，满脸的疑惑，看到南允成，他急忙行礼。参见摄政王。七王爷何在？我家王爷在茅房呢，他说他肚子疼。我家王爷让我说他肚子疼，然后疼着疼着就死了。他说让我们不要影响他死后安宁。南允成无语，莫风强忍住笑意，这般胡说八道的话，确实是七王爷能说出来的。可为何七王爷不见摄政王？而摄政王似乎……莫风偷偷看了眼南允成的脸色，他为何觉得摄政王对七王爷有些过于小心翼翼了？就连入营找人都要提前询问。南允成沉默了半晌，转告七王爷，下次换个地方。林峰猛猛的点头。一连几日，景玉分别因眼睛瞎了、饿得没劲、腿抽筋了等理由拒绝见南允成。谢思每天吊着个眼睛看景玉，
谢思啊，从前有个人就跟你一样，天天用这种眼神看人，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？瞎了。江玉无语。将军，你跟摄政王吵架了？你眼睛确实瞎了，我什么时候跟他吵架了？还有，你再用那种八卦的眼神看我，今晚我就吃红烧人眼睛。谢思立刻捂住眼睛，嘴角却牵起一抹笑。景兄，景兄，小牧野，你来了，鸭雪球呢？他在南允城家的冰窖里，不让我陪，里面太冷了。南允城让我带来的，烦死了。他自己怎么不知道来送，就知道麻烦小爷我。谢思在一旁仍旧捂着眼睛。摄政王，如今只怕是进不得这策应军的大门。这不是他的地盘吗？谁那么霸道，居然不让他进？厉害呀！如此厉害之人，唯有七王爷是也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景兄对南允城做什么了？谢思最近被景玉抓着问男人与男人的事，一直苦于没功夫跟人分享八卦。牧野这么一问，他一下来了劲。普天之下，包括各国皇宫禁地，都有摄政王不能进的地方。可是策应军营地啊，将军说，你要是赶着投胎，我可以送你一程。谢思识趣的闭了嘴，眼神却不消停，示意牧野有机会再说。怎么了这是？我不就几天不在吗？差点忘了，南允城说热点之食易伤胃，让景兄你先吃这个，再吃肉。景玉拿起盒子里的糕点放进嘴里，不甜不腻，入口即化。他最近不见南允城，主要是心里乱，他需要点时间捋清楚他跟南允城之间到底是什么感情。外面突然传来吵嚷声，有几个官来找东营要兵救人，说是有个村庄莫名死人，有2个官去调查这事的时候失踪了，他们来借兵保护，去找那2个官员。走，看看去。东营门口，景玉他们来晚了一步，七重已经亲自带兵连夜赶往出事的村庄。七王爷，末将有一事想请教七王爷。说。七将军临走前说那些官兵死状奇怪，让末将在皇城内找能人异士询问，想着七王爷见多识广，末将便想先来问问七王爷。来说说看。据那2名官员说，那出事的村庄一开始是有人莫名身死，随后刑部派出官员调查，随行10名官兵皆惨死，而那2名官员则是失踪。那些官兵的尸体很奇怪，像是被什么给咬过一样，而且是从身体里面开始咬的，甚是可怕呀。这么奇怪？那些人是不是皮肤溃烂，口舌皆无？正是，我正要说，这是最奇怪的地方，他们的口舌像是被人剜掉了一样，不见了，其他地方都好好的。不是被剜了，是被吃掉了。是百炼宫？是啊，公主独门口舌虫，专吃人口舌，爬过之处皮肤溃烂，触之即死。什么百炼宫啊？一个专门养毒虫养蛊虫的地方，只有你想不到的虫子，没有他们喂不出来的虫子。知道的还挺多啊。还行。景兄不对。怎么了？百炼宫一向不会如此高调害人，而且还留下尸体。尸体对于百炼宫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用来养虫养草，甚至操纵都很有用。他们不会随便丢弃尸体。可莫将军方才说10名随行官兵的尸体全部都在，所以他的目标很有可能是东营将士。这个他是指百炼宫公主，他可以操纵多具尸体，而且他曾经说过，尸体也分优劣，军人的尸体最是好用，因为结实而且好操控。景玉明白过来牧野的意思，出事的村庄只是个诱饵，要钓的鱼是东营的这一队兵。那2名文官来求助东营，或许是受人所指。那如此一来，七将军他们岂不是有危险？走，去追他们。末将也去。你不能去，东营还有更多将士，若是声东击西，又该如何？你留守在此处坐镇，把事告诉南允城。谢思，去把策应军的人叫来，到了他们出力的时候了。小牧野，你去找雪明，跟他待在一起。景兄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许去，好不容易逃离了那种地方，而且小牧野一看就很害怕那百炼宫公主，去了不过是徒添烦恼。行了，就这么决定。莫将军，麻烦你帮我找几匹好马。只一会儿，策应军连同赤境、蚩尤在内都已经整装完毕。我不废话，都听清楚，此行危险，不愿去的退出，愿意去的记住。同为东营将士，策应军素来为其他军营所看低，现在我们要去救他们。说这个不是让你们得意，而是让你们知道，同为东营将士，无论平日里如何，你们都应该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若谁在其他士兵面前冷嘲热讽一句，军法处置。丑话说在先，谢思，你给我待着。你去干什么？给敌人讲故事啊？你对百炼宫不了解，我能帮你。行，跟紧我，有事喊救命，我可没工夫顾你啊。走。
那个大官说在山上的路上找到了什么线索，就让俺爹带他进山了。但是俺爹害怕，就把他们带到山路就回来了。爹，你快跟他们说。就那头那个大官带了好多人来的，还骑了大马，说是在山脚下找到了线索，可那山路口难找就找了老汉我带路。你别怕，我们将军是着急，不是针对你们，麻烦给我们带个路。好，带你们去嘞。二娃，把家里门锁好啊。知道了，爹。将军，我们上山吗？不上。景玉翻身下马，单独带着谢思进山。将军，你是要找戚将军他们吗？他们现在恐怕已经中了埋伏，我要确定他们现在的情况。你对百炼宫的了解用得上你。这山竟是另有乾坤，山体遮挡之下，山势顺下，可这山看起来很大，怎么如此轻易就下了山？谢思，眼睛要是没用，就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山势虽往下，可却不是下山路，是进了笼子了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什么？你果然瞎了。七重他们在那里。谢思看过去，入目只有繁茂的树叶，根本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。他盯着景玉，景玉也盯着他，彼此都不能理解对方。看区别，其他地方的树枝叶子虽然也是缠绕不清，但是树顶时而有轻微晃动，不是风动，没那么规律，那是有鸟在上面落脚。但是那一片很安静，树顶几乎不动，反倒是时而整棵树颤动，要么就是有人在那儿砍树，要么就是七重他们被困在那儿，正在找出路。你觉得哪一个靠谱？谢思震惊地望着景玉，突然觉得自己这双眼睛要来何用？他完全看不出来区别。行了，我跟你废什么话？我要下去再探探。你在这里待着，别乱跑，这附近一定有人在盯着。等一下，你看，那是毒物，如此迅速蔓延，且范围明确，很有可能是南疆的碧蝇草。作用何解？碧蝇草很特别，白日清透白莹，甚是漂亮而且无毒，但一到夜间，特别是后半夜，就会生出致命毒物。碧蝇草只在南疆存活，下方的碧蝇草因是被人摘了叶子散向四周的无根碧蝇草，在未干枯时仍旧可以在夜间生毒物，只不过毒性稍弱，轻则身体无力，重则最多致人昏迷不致命。碧蝇草的解药是白日碧蝇草的根，只怕在南疆才能找到。这就对上了。木野猜的没错，百炼宫要东瀛将士做尸体傀儡，所以一时半会儿不会要他们的命。多谢大小姐，这碧蝇草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待这批尸魁炼成，大小姐尽管吩咐。行了，你最好快点。东瀛的将士是尸魁最合适的选择，本小姐给了你这机会，是要你办事的。待炼成，全部给我派进银山。本小姐就不信找不到那个叛逃的贱人，竟敢带走我南疆圣物。若不抓回他，本小姐面子往哪里搁？圣物是大小姐请放心，这批尸魁的质量一定很好。该做的本小姐都帮你做了，接下来自己搞定。那赤瑶女儿那边，你急什么？你还能闯进东瀛杀了她不成？先把圣物找回来，她迟早要死，到时我会让你发泄够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是，大小姐慢走。戚将军，这里没有路，想要出去只能爬上去。将军，好像有奇怪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在地上，在那边。不对，这边也有。越来越近了，在那边。不对，周围都是。是虫子，好多虫子。有人用石头砸那些虫子，可是数量太多了，根本就砸不完。最后几十人挤在最中间。完了，我们连全尸都留不住啊，甚至连敌人的脸都没有看到，连线索都没办法留给摄政王。对不起，今日困境责任在我，我愿以死谢罪。将军不要！不可。说这虫子真是会吃人，他便以血为引，保得其他人有一时算一时。将军！一声清脆的刀剑相碰声，同时周围不知何时被扔下无数火把，燃起的烈火将虫子烧出了香味。摄政王，戚将军，做人要讲良心，南远城有我帅，还有下次能不能给我策应军配点好马，追都追不上。七重继续发呆，咸鱼懒得理他，把虫子烧完都回来吧。不要你帮，走开。哟，这不是天天嘲笑我们策应军混吃等死，一无是处的刘校尉吗？你看你这么大脾气，我们将军说了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规矩不能掉，大家都是兄弟。来，坐这里，我老刁啊亲自保护你。这不就对了吗？你看你上次给我打的还没好全乎呢。那是你学艺不精，技不如人。是啊，但也就你刘校尉打得过我，那个还有那个都是我手下败将。现在我老刁啊比以前还厉害，要不下次咱俩再打一架，试试谁厉害。你跟多少人打过架啊？将军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呢？谁教你的在军营里打架斗殴？他想说，还不是别人先嘲讽他们策应军的。王爷息怒啊，是卑职心思卑劣，对策应军出言不逊，卑职也有错。对，他说的对。
以后策应军的人再主动打人，就给我往死里揍。我家将军开玩笑呢，你别当真。就是以后大家都是好兄弟，一家人。你是说那上头有2条巨蟒，是他们把你摔下来的？是，那巨蟒身形巨大，闻所未闻。只是他们并不伤人，将我等全部扫落此地，便不见了踪影。巨蟒，可是通体青色，唯有细鳞，确为青蟒。可是否有尾鳞？天色太黑，并未看清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这事儿有点棘手。青鳞巨蟒，主雾月所属。南疆素来看重天生能力，据传疆主雾月14岁通晓南疆禁术，18岁得疆主之名，统南疆群山。若是疆主在此，你我皆逃不掉。这么厉害啊！七王爷，今日之恩，末将铭记在心。若此事真如这位所说，还请七王爷速速离开。姬虫便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将七王爷护送离去。请七王爷速速离去。若您有任何差错，末将实属难向摄政王交代。谁要你向他交代了？摄政王视七王爷如命，曾下了死令，必须不计代价保护七王爷的安危。怎么下这种命令？他居然不知道。以前有个人呢，别人一对自己好就想逃避，最后逃避着发现……闭嘴！再说话我割了你舌头。等出去的吧，等出去他可以跟南允城睡在一张床上试试。他们干什么呢？拜把子吧。从刚刚开始，咱们老刁一共有5个弟弟，8个大哥了。江玉无语。老天开眼呐！赤瑶女儿，竟是你自己主动找上来的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今日也让你尝尝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滋味。安静！周围一瞬间安静下来。这声音似乎跟方才那些虫子来时一样，声音还要大些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离开，带好你们左右的人，一个都不许落下。是将军，多谢七王爷。我开路，跟好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一只几乎2指粗的蜈蚣。让开！江一大吼，同时匕首飞出，正扎在那蜈蚣的身体处。往回走，别乱，回原地。没见过这么大只的蜈蚣，这是成精了吧？不是成精，是有人精心饲养。你们在这里等我，谢思啊！要不你给他们讲个故事？别太紧张，把自己吓死了。你觉得现在讲故事合适吗？这帮兵不敢打景玉，还不敢打他吗？提个建议，若不是知道是七王爷，总觉得是摄政王在理。以往每这种情况都是摄政王孤身扛起，如今七王爷已独自犯险，你自是会有这种感觉。都没了，放心吧。将军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抓了几条蛇，吃那蜈蚣一口一个。你怎么抓的蛇啊？抓2只老鼠，开膛破肚，蛇就来了呀。那你怎么抓的老鼠啊？怎么想学啊？算了吧，你这辈子是学不会了。不愧是赤瑶的女儿啊，竟然能令老夫重伤反噬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公主，有人上山了。谁？是东隅的摄政王南允城，只带了10人，个个都是高手，正搜寻全山。能让南允城亲自寻找之人，闻所未闻。老夫见赤瑶女儿对那南允城死也言听计从，赤瑶多情，为东宇帝王掏心掏肺，不知他的女儿是否也是个多情种？真是一出好戏呀！人心为利刃，可比刀剑锋利。情之一字，最是可以利用。调动所有尸魁，扮成赤瑶女儿这群人的样子，去那边山坳，途中留下线索，让南允城去寻。今日赤瑶女儿与南允城，总要有一个落入老夫之手。别忘了给尸魁喂尸香丸。启禀公主，东宇摄政王已入尸魁阵，尸香丸入体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当脚步一乱，差点踩空。去盯着，毕竟是东宇摄政王，要留全尸。是。你敢动南允城？虽然知道大概率是黑虫在故意扰乱他的心智，可在第一时间他还是没能控制住情绪。堂堂东宇摄政王深夜入山寻人，老夫不做点什么，岂不是没了摄政王之威名啊？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。你便看看活不下来的是谁。他放出尸虫，不知其他人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可以躲得过我的宝贝虫子。景玉可顾不了那么多，直接冲向黑虫，招式几乎是只攻不守，拼着同归于尽去的。黑虫的动作也快，仰身躲过，手臂抬起格挡景玉的下一击。景玉将小手臂上的一块变黑的皮肤整个割掉，血滴在地上。他低头看着地上那被他割掉的皮肉，已经开始变黑。想不到赤瑶的女儿这么强，反应也够快的呀。身后因为尸虫、七虫等人心惊胆战，全部缩到一棵树边。
天哪，好大的蛇，哪里来的蛇啊？是蟒蛇啊！大家快躲开！将军，你用什么老鼠抓的蛇呀？怎么能引来这么大的？虽然不太合适，但景玉此刻真的想弄死谢思。这特么成了精的蛇，是几只老鼠能引得出来的吗？是大小姐，哈哈哈哈！大小姐又回来了，回来的好啊，回来的好啊！今日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青鳞巨蟒，是南疆疆主，是他，怎么会惊到了他？将军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没办法去救南允城了。南允城，你可别这么没用啊，不然以后我当大哥。黑虫不知何时躲了起来，去告诉七虫，带着人躲起来。这2个东西是冲着我来的，你们一会儿找机会出去。他要是没中计，就让他来帮我；要是中计死了，南允城若死了，不管是蛇还是人，通通都得陪葬。七王爷，蚩尤和赤静出现，身后跟着10名策应军。七王爷，请您先行离开，这里交给我们。你们打得过？打不过，但绝不能让七王爷以身犯险。你们干什么？对付他们不是人多就可以的，别让我分心，出去找南允城。那石魁只怕不好应付。主子有令，一切以七王爷的安危为先。我来策应军时，主子说的。行了，让开。景玉走到最前方，那2条青蟒挨得很近，可却没有攻击的意思，像是在努力辨认着什么。手臂上的血浸透了包扎用的布，随手扔掉。那2条巨蟒突然动了，速度奇快，倏地冲向景玉左侧，而是在离他1人距离的位置停了下来。蛇信子吐出，在他刚刚扔掉的带血布料上轻舔。景玉有些郁闷地舔了舔嘴唇，他这是熊猫血吧？上次在迷阵中，他的血落在植物上，让其发光，他还可以解释是某种化学反应。现在谁能告诉他这是什么情况？暗处黑虫躲着看好戏，突然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可是大小姐的青鳞巨蟒啊！景玉观察了半晌，试探着伸出手去触碰面前巨蟒的脑袋。巨蟒没有袭击，而是将头低得更深，蛇线子在地上舔着，那里是景玉滴落在地上的血。蚩尤和赤静等人都看呆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这2条巨蟒是疆主雾月所属，可此刻这架势是服从于他了，而他还没有动手驯服，只因为他的血这么神奇。2条巨蟒尾部相缠在景玉脚边，身躯一左一右，如同巨大的护卫，将景玉护在其中。这2只大东西在兴奋毛线呢，有点瘆人。景玉后背冷汗直冒，这会儿这俩东西要是给他一下，他不死也残。而在蚩尤等人眼中，此刻的景玉宛若神明，真不错。那巨蟒似是感觉到景玉的高兴，身躯扭动成环，将景玉环在中间。景玉能感觉到这是巨蟒在表达亲昵，可在外面的人看来，这是巨蟒打算缠死景玉。就在这时，山上突然传来一声慌乱中夹杂着一丝崩溃的大喊：小心！声音逐渐扩散传来，随着声音而来的还有南允城。南允城，我没事，他们没有伤害我。若不是景玉喊得及时，他收了些力，这巨蟒只怕要被他寸寸切断。景玉只觉腰身被一只大手搂住，南允城皱着眉上下查看景玉，神情是从未有过的焦急。我没事。他细细盯着南允城的眉眼，算起来他有半个多月没见南允城了。正要开口说话，肩膀被力度轻轻一带，人已经入了滚烫的怀抱。南允城一手摁着他的后背，一手禁锢着他的腰身，呼吸急促却不言不语。景玉感觉到南允城心跳的好快，景玉被抱得紧紧的，身后刚才被南允城打伤的巨蟒重新爬了起来，尾部发出拍踢的声音，蛇信子嘶嘶地吐着，脖子向前伸，那是要攻击的动作，而攻击的对象是南允城。景玉听到身后的声音，刚要动，南允城却将他抱得更紧。南允城，你怎么了？那个，我以后不躲着你了。景玉缩了缩左手臂，受了点伤，没事。他们伤的？不是，我自己伤的。哎呀，就百炼宫那个老变态，他放小虫子咬我，不割掉这一块会死的。这时，一戴着黑色面具的黑衣人从树林中闪身而出。主人，属下无能，被石魁围困，拖延之时，百炼宫公主重伤而逃，自去领罚。是。那老变态很狡猾的，抓不到也正常，不用受罚吧？南允城正在给他处理伤口，闻言抬头看他一眼，还有闲工夫替人操心，今日之事你一样要受罚。我去，凭什么？谁许你以身犯险？东营离摄政王府起码不过半时辰，为何不先找本王？我不是让人找你了吗？而且情况紧急，我哪里坐得住啊？再说了，南允城，我为什么事事都要先找你啊？我不比你弱。这话说的亏心，他对这巨蟒的拼命，南允城一招差点把蛇给做成烤串，孰强孰弱一眼便知。但是景玉深谙一个道理，
吵架的时候气场不能弱，就算是吹牛也得把场子先撑起来。志庆等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刚刚不是还好兄弟抱一抱，怎么转眼间就吵起来了？一个个都低眉顺眼的站好，把自己站成一棵棵静止不动的树。南允成被凶一顿，仍旧动作轻柔的给景玉包扎伤口。景玉生气，把自己的手抢回来，我不要你！3两下给伤口处打结，双手叉腰，指着那2条巨蟒，站好，不许动。2条巨蟒微微缩了缩身躯，整个匍匐在地，恭敬地趴在景玉脚边。他正要往前，却发现右手小臂被握着，回头对上南允成沉沉眸光，正盯着他看，那眼神有些霸道。强势之下，在对上景玉的眼神后，又生出丝丝委屈和不安。景玉心里一乱，忍不住反握住南允成的手。南允成眸底瞬间绽放开光芒，得寸进尺，直接握住景玉的手，拇指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摩挲。天色很黑，两人之间的动作又被衣袖挡住。七重等人只能看见他们2人，一个要走，一个拉住，然后一个回头，别别扭扭的推搡。我们将军跟摄政王怎么跟我媳妇跟我吵架时候一样呢？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是将军还是摄政王啊？我估摸着按地位来看，我该是将军。他可是一家之主。瞎说什么呢？2个男人，你让谁当媳妇儿？他天机阁的情报从未出错，东宇七王爷就是男子。谢兄弟说的在理。调拨本来也只不过随口一说，听到谢思的话，想着这般算是妄意，便不再开口。你签够了没有啊？还有危险没解除呢，听说还有个江主雾月。全山寻遍，除百炼宫公主，并无其他人。那也就是说那个雾月不在这里。百炼宫的老变态说要引你去狮魁镇，你没有上当吧？没有。上山之时有许多身穿红衣之人，在各个山谷不同方向，可你的身影我终是分得清的。只不过山间无路，又有许多尸魁破坏你上山的痕迹，寻你费了些时间，还是他们动静太大，才寻至此处。南允成，我没你想的那么没用，你刚刚那是不要命了吗？担心了吗？我可跟你这种老是瞧不起别人的人不一样，谅你也不会随便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南允成莞尔，轻轻地了一声。景玉想了想，这俩东西臣服于他，要是对上江主雾月，不知道会选择谁为。他一动，那2条巨蟒也随之而动，只乖顺地跟在身后。你们还是在山里待着吧。2条巨蟒恭顺护送，直到景玉出了山，他们才钻进山林，没了踪影。这蛇还挺有灵性。传闻啊，南疆之主座下亲灵巨蟒，是上古传说中女娲座下白喜和腾蛇的后代，颇有灵性。因南疆素有女娲作化之地的传说，亲灵巨蟒便传得神乎其神。可他竟不知，这样的世间罕见之物竟然与景玉有关。可那百炼宫的老变态说这2个玩意儿是什么大小姐的，可是那南疆之主应是。按理来说，南疆之主声名在外，南疆之人皆因称一句疆主。可这位雾月小姐不知是不是年岁尚低，众人只称其为大小姐。我就知道这些，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摄政王定也知道。南允成终于等到了景玉的眼神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伸手就去握景玉的手臂。不足为惧。景玉无语，这厮是不碰他不会说话了是吧？这时先前消失的黑衣面具人再次出现。主人，4人皆死于蛊虫入体，后2人曾为蛊虫所控，山中尸魁已清。蚩尤和赤静对视一眼，默默垂头，不敢出大气。那是曾经训赤羽卫的老师，亦是十方卫之一。十方卫护十方安宁，赤羽卫在世人眼中是鼎鼎有名的暗卫组织，而在十方卫眼中，赤羽卫不过是兵卒。九州无人知十方卫，十方卫却遍知九州。景玉直觉这面具人是南允成的又一个秘密，但他没有追问。南允成，我问你，你可愿跟我睡一张床？睡不睡你给句话，我又没说跟你一直睡一张床，我很挑剔的，你要是吵到我，以后我才不会跟你一起睡。南允成手指动了动，握住景玉未受伤的手臂。小七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他2次没忍住动了情，已是将这人吓得不敢再见他。若是共寝同眠，或者说这是否代表着景玉原谅了他的侵犯？这一刻南允成的脑子很乱。我当然知道，睡觉啊，你到底睡不睡啊？就从今晚开始吧。摄政王府太远了，不如在我的营帐将就一晚。南允成此刻像是找回一贯的冷静，淡淡的了一声。景玉很满意，走。南允成道。景玉忍不住侧眸去看南允成，想说什么又忍住了，最后实在没法忍，脸色有些一言难尽。南允成，你走路怎么同手同脚啊？他记得以前这人没这毛病啊。南允成当即停下，不动声色地整理衣袍，随后迈出左脚，过了会儿伸出右手，随后一步步往前走。只是这步子怎么看怎么僵硬。景玉心想，该不会是在山上中毒了吧？正在这时，景兄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小木爷，你一直等着啊。我当然没事了，不过有点可惜，
让那老变态跑了，不然肯定带回来给你喂虫子。我不想拿他喂虫子，景兄你以后遇到他躲远点，他的手段太多了，防不胜防。行，哎，大雪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在疗伤吗？叫魂一样让本尊救你，你以为本尊愿意来啊？小木爷，你是不是觉得百炼宫公主做的坏事也有你一份啊？要不是你没办法杀了他，他也不会为祸一方，是吗？是我没用，他要是能杀了那老不死的景兄基业，就不用去犯险。雪明微微蹙眉，小木爷，你记住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不可否认他把你养大，教你本事，可那不是恩，他只不过把你当工具。你在百炼宫长大也不是你的错，死去的那些人，百炼宫做的坏事也跟你没有关系。从今以后，没有人可以命令你，没有人可以逼迫你。木叶瘪瘪嘴，伸手就要去抱景玉。景兄，然而手刚碰到景玉的衣服，眼前闪过黑影，南允成拉着景玉转了一圈，将人置于身后，随后他看也不看木叶，拉着人往东营走。路过雪明的时候，自己的人自己哄。雪明眉头皱得更深。你们作甚？南允成看了眼还在懵逼中的景玉，唇角漾起一抹笑意。指教。雪明无语，天杀的南允成，就知道跟我抢景兄。雪明看他一眼，沉默良久，终是不曾开口，转身离开了东营。参见学主，将东宇暗探全部撤出，散入南疆。本君要知那百炼宫与南疆是何关系。令若得百炼宫公主踪迹，擒回。遵学主令。七王爷还不上来，是后悔了？也就没见过后悔俩字怎么写。他躺在最外面，半个身子都悬空着。南允成低低一笑，侧身面对着景玉，声音低哑暗沉：小七，进来一点。南允成给他腾出了一点位置，他便往里挪挪，这才堪堪将整个身体躺平在床上。南允成身上独特的气息几乎充斥着整个空间。景玉第一次觉得他这营帐似乎是小了点，而且太亮了，他完全没办法忽视南允成。我去灭烛。一阵劲风吹过，烛火寂灭，营帐中陷入黑暗，可外面月光皎洁，从缝隙中洒下星星点点的碎光，倒也没那么黑。景玉咽了咽口水，失策了。谢思那家伙说睡一起，可他没说要是睡不着该怎么办呢？景玉别别扭扭的把被子往上拽，盖住半张脸。南允成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南允成眉角眼梢皆是笑意，嘴角的弧度就没下去过。他伸手轻轻握住景玉的手肘，视线落在他受伤的手臂上。可不舒服啊？没事啊，小伤。南允成忽而俯身，脸靠近景玉。景玉一下瞪大眼睛，黑眸里带着惊讶，对上南允成幽深的眼眸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过了会儿，蒙在脸上的被子被拉下。别闷着自己。景玉缩了缩脖子，可这样的话，南允成的呼吸离他好近，两人的呼吸几乎交缠在一起。只一会儿，南允成的呼吸便越来越重，声音哑得不像话。小七，景玉不敢出声，南允成离他太近了，或者说是床太小了。他平躺着一动不动，他的肩膀却靠着南允成的胸口。最主要的是，南允成的一只手臂撑在他的脑袋上面，就像是半抱着他一样。谢思说的睡，没说是抱着睡吧？他没跟人抱着睡过，睡不着的。你该睡觉了。景玉轻轻地推了推男人的胸膛，没推动。夜色撩人，南允成的眼神更加撩人。景玉不自觉地陷入其中，他突然觉得南允成长得可真好看，眉峰如山，凌厉非常，黑眸幽深难明，其间藏着无数的筹谋算计，此刻却专注地只看着他一人，专注的就像他唯一在乎的就只有他一样。景玉忍不住舔了舔嘴唇，突然翻身将南允成压在身下。景玉居高临下的盯着南允成看，很满意，这个角度看才对。刚刚望着南允成那样看，有种被压迫的感觉，他不喜欢。南允成嗓子干涩，视线落在景玉的红唇上。小七，我在。我觉得你很不错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些事。第一，你要是喜欢可以亲我，但是我要是喜欢了也是要亲你的，这样才算公平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甚好。很好。第二，不可以在外人面前亲我，那般情形犹如我的威名，须得避着人。这一条岂是对你有些不公？我可允你提一条件。南允成悠悠轻叹。好，日后再提可好？可以啊，反正我说话算话，所以我现在可否亲你？南允成身体僵硬，心中燥热难以平息，丝丝热气从肌肤中渗出来，蔓延到景玉的身上。景玉觉得有些热，不过黑暗中的南允成实在是有些可爱，没有那么强势霸道，也没有摄政王的威严，就像跟他一样的人，而且还是被他欺负的人。他喜欢欺负比自己强大的人，特别是南允成心甘情愿被他欺负的时候，
他觉得莫名的爽。南允成喉结动得有些频繁，我在问你话呢。南允成拳头微微握紧。可以。景玉勾了勾唇，他就知道南允成是要答应的，他们关系那么好。他睁着眼睛看南允成，南允成的眼睫毛可真好看，还在抖，不过抖着也好看。正要起身离开一些，后脑勺突然被压住，南允成反客为主，热烈的气息落在景玉的唇上。景玉只觉得唇瓣被轻轻咬了一下，随后南允成暧昧的声音便从两人相贴的唇角溢出，后背忽然被大大的手掌贴住，同时南允成按着他的后脑勺的手掌滑落至他腰间，舌尖突然传来酥麻的感觉，随后大脑一片空白。景玉仍觉得不舒服，低声的英明彻底让南允成失去了理智。南允成，我只说亲，脱衣服是另外的条件。他确实很热，南允成要给他脱衣服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暂时还不可以。他至少要知道赤瑶的身份，以及他为什么一定要原主隐瞒女儿身。解决了那些，他才可以让南允成知道他的身份，现在还不可以。南允成暗暗懊恼，看到景玉小臂上渗出的血，对不起，小姐。他在景玉掌心落下轻轻一吻，只是这般以后该我主动一些。景玉没听清，跟前2次不同，这一次在一片黑暗之中，他全身的触感都集中在唇舌之上，周身只能感觉到南允成一个人的气息，炙热霸道，强势的将他包围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分散注意力。为了快速清醒，他甚至试图用右手去抠自己的伤口，却被南允成眼疾手快地抓住。南允成把他的右手握在掌心，身体稍稍离开了些，放在景玉脑袋上方的手覆盖住他迷蒙不清的眼睛。小姐，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会忍不住。南允成的声音又低又哑，寂静之中吞咽口水的声音也格外的明显。那样骄傲豪横的人在他身下变得柔弱无助，模样又可爱的让人恨不得将其拆骨入腹细细品尝，真是让人爱不释手。九州各民安势力均惧怕他，朝廷官员日日揣摩他的心思，动于百姓敬他畏他，这些均不能让他产生丝毫情绪。本以为这一生便是家国大义、民生责任，可如今南允成觉着此生若能将眼前人变为他的，寸寸肌肤、缕缕发丝皆能为他所有，便是不枉此生死而无憾。南允成的黑眼圈怎么那么重？南允成，你该不会认床吧？本王从不认床。哦，我还想着你要是认床就回你摄政王府睡吧，我床太小了。七王爷这床甚好。我也觉得不错，就是小了点，咱俩睡有点挤。不过他昨晚睡得挺好的，只要南允成不介意，他倒是可以考虑跟他天天睡在一起，便算得上是谢思说的在一起了吧。我先出去了，天天就知道躺，人类进化的光辉历史都被你玷污了。将军，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怕你呢。你以为呢？虽说就一宿，可人家那也是黄花大闺女啊，即便不是，那也要负责，那是男人该做的。雕兄说的在理，莫非那王二狗是喝醉了，便是被人硬逼着，那也该负责任。一群大男人八卦起来，真是细细致致的，从头到尾把人家的前尘往事扒了个遍。他似乎也跟南允成睡了，虽然不是黄花大闺女，可他是不是也该负责呀？谢思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将军，你问啊。你说本王若是跟一个人睡觉了，是否应该对他负责啊？睡觉？什么时候啊？就昨晚啊。将军，你昨晚不是跟摄政王一同睡的吗？将军，你挺迅速的呀，跟摄政王一屋，夜里还能干那种事？摄政王知道吗？景玉以为谢思说的睡觉的事南允成知道，废话，他当然知道。摄政王对将军你真是毫无底线。军营之中不许擅自外出，更加不许擅自出去找女人。没想到摄政王居然默许了，虽说是有七王爷的身份挡着，可毕竟违反了军纪。将军，你方才问是否要负责，可是喜欢上昨夜与你睡觉之人了。兴许是的。那定是要负责的呀。如何负责？自然是三媒六聘，风风光光的娶回家呀。娶？他娶南允成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吧？不过将军您还是王爷，若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是担不上三媒六聘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便当个外室养着。怎么养？给银子啊，吃穿用度需要样样齐全。平日里若是喜欢什么，王爷你要大方相送。可他不缺银子呀，他比我比当朝王爷还富。将军你是睡了谁呀？你别管，除了银子还有别的负责方式没有？若是不图钱财，便是爱慕将军你了。不过也是，以将军您这般模样身段，
还不知是谁占谁的便宜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将军你便多花些时间陪他便是，想来他便会更欢喜了。这便是负责了？差不多吧。他又没成亲，他如何得知？不过话本子上面都是那么写的。怎么了？没怎么样，我刚才还在跟将军聊天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可是伤口疼。轻轻摇头，他不疼。那是饿了。景瑜再次摇头。那是未睡够啊，再去吃3颗，这里有我在。景瑜鼻子一酸，仍旧倔强的摇头。他说不清楚此刻心中的情绪，那样莫名又热烈的情绪在他心间激荡躁动，无处安放。小七，我在这里。谢思在一旁看的人都傻了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他刚刚不是一直都在，什么都没发生啊。这么温柔的语气，是把将军当女人哄了吧？他是在做梦吧？谁能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南允成，你先前说把金库送我，可还算数吗？南允成知道定不是为此。算。好，这条命南允成买了，他也卖了，从此他便生死随他，这样也算是负责了吧？南允成，你今日不上早朝吗？早朝时间已过。他若是你不在，钟老头他们趁机做乱七八糟的决议怎么办啊？本王不在，无人能做决断。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说着要去厨房，又不知为何在雕波那里坐了下来。南允成失笑，这般随性，须得有人看着才好。将军又在整雕波。蓦地，南允成回头看向他，吓得谢思笑声卡在喉咙里。我什么也没干。七王爷的事，想说时自然会说，本王不会私下调查。谢思疑惑，那瞪他干什么？本王吻了一人。谢思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嘴巴张得能塞下鸡蛋。姬葛无所不知，便是问你，若那人反应特别激烈，并非反抗，只是向来清醒之人变得无甚理智，以至于看起来不甚舒服。可是本王不对啊。谢思左右看看，周围没人，顿时哭丧着脸。他好害怕，这么的问题，南允成又这么严肃的样子问出来，真的让人很害怕呀。摄政王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不知？知啊。不知。他回忆着自己年少好奇时看过的不被世俗认可的小文章。这种情况实属正常，便是那人身体敏感，加上摄政王你勇猛非常，也该是这般的反应啊。虽说都是男子，可跟南允成讨论这种事，谢思总觉得哪里不对。过了会儿，他知道哪里不对了。南允成居然有女人了，还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年轻一样问这种问题，是生怕别人不舒心脏。天机阁阁主素来早亡，就是知道的太多，他可能要死了。南允成一定会杀了他。谢思脸色苍白，忽然大声道：若是要让人舒服，须得循序渐进，慢一点，温柔一点，便可双双舒爽。他也知此事不可为人知，只第一声太紧张，吼了出来。后面的声音逐渐变低。谢思心想，他要是有用，南允成好歹得留他一命吧。南允成若有所思，此事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将军。我已经忘了。您为何在此？南允成扫他一眼，抬脚离开。谢思这才惊觉后背全是冷汗。南允成的压迫感实在是太足，只不过合着昨晚将军和摄政王一块寻欢作乐去了，真看不出来啊。还以为好兄弟彻夜长谈，结果竟然是相约寻花问柳。堂摄政王在床上居然如此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这是屁的不近女色，分明是爱到了骨子里了。南允成，你方才与谢思说什么呢？你要让何人舒服啊？可需要我帮忙？若是需要，我告诉七王爷。行，保证随叫随到。咱们主子这是又能进策应军了。七王爷允了呗。我特别想知道主子要将七王爷送到何种地步才罢休啊。赤金看向营帐方向，景瑜蹲在门口，面前堆着一堆竹篾和彩纸，身后营帐门开着一半。南允成低头专心批改奏折，时而抬眸看一眼景瑜的背影。这是鸡，看着尾巴。放屁，这是猫，嘴巴上有3根毛没看见呐。什么呀，这分明是老鼠，眼睛这么小，再加上这3撇胡子，肯定是老鼠。这特么是豹子。哈哈，不说还真看不出来。将军，你要不在旁边写上豹子2字，省得人误会啊。我就说是豹子，什么老鼠猫啊。我们将军要做宠物，肯定得是霸气的。不过将军，彩色豹子是不是有点太可爱了呀？4条腿还是粉色的，一点都不威武。乔任说的彩纸做出来的灯，夜晚亮时最好看，他才选的彩纸。要不将军，你干脆改成猫算了，多可爱，就挂咱们策应军门口。去，这就是豹子。这时谢思突然跳起来，
我想起来有人找我，我先走了。刘校尉说请我喝酒，他一鸣一脸懵，却被刁波拽走。七王爷这画工像是得了学主真传，反正是送你的，你丫要不要？送我生辰礼，就你府上寿宴之时，我找乔任学的。这是豹子，不是猫。你要是不喜欢，就当我欠着，反正生辰也是过了。等过2日，我伤好了，我给你弄一只真的豹子回来就是。不许你入山。你说不许就不许，太霸道了吧？我喜欢。那你可要记住，这是豹子，不是猫，也不是老鼠，更加不是鸡。好，是豹子，如你一般野的没边的豹子，是又野又强，很强的那种。南允成，你是不是特别感动？毕竟别人送的虽贵重，可都不是亲手做的，我这才代表诚意，对不对？是最喜欢你的礼。等下次你生辰，我肯定能做得更好。七王爷的腰够细的，你喜欢，给你摸就是。南允成好似特别羡慕他腰细似的，可他不知道，他多羡慕他身上的肌肉力量。被景瑜霸道地抓着手放在侧腰上，南允成哭笑不得。这人心思澄澈透亮，让他不敢暴露自己心底的非分之想，生怕惹其生厌。小七，若是别人也喜欢，你当如何？若是旁人喜欢，那也是要看关系的，一般人我不让摸。那现在有谁可以摸？南允成低低问话，低垂的眸子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杀意。景瑜想得认真，目前只有你一人。南允成低低的笑开，你笑什么？既是如此，旁人便再无机会，除非他死。小七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景瑜以为他说的彩灯，你喜欢我再给你做一个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一个足矣。我记得我这里没有上药啊。我放的，平日里小磕小碰的，不可放着不管，睡前抹些这药，第2天便好，不会费事。不对啊，南允成，我听说只有小孩才会一点小伤就要人擦药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小孩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虽然打不过你，可也没那么弱。七王爷很强，自是不用我上药，可我见不得，便当是应我所求，可好？那好吧。林峰突然闯进营帐，王爷，赤境大人让我告诉你，外头来了参见摄政王。景瑜的手从南允成掌心抽出，也没见你对我这么敬重。王爷，您别生气，属下最近在保护学主呢。你保护他？林峰，谁给你的勇气啊？是牧野少爷吩咐的，他说学主受了重伤，要我在摄政王府护着。林峰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除了我的话，你是谁的话都听啊？正在这时，牧野又闯了进来。景兄，外面出事了，好热闹。走，去看看。刚走一步，手突然被南允成牵住。南允成，你不能出去，等我去看看，回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。本王给你换一个营帐门，可好？换门干什么？防闲人。南允成，你在说谁是闲人呢？我景兄的屋我想进就进，今晚我还要跟景兄一起睡。景瑜生怕牧野跟南允成打起来，走，看热闹。南允成，你想换就换吧。景兄，你又偏心。我听说昨夜你跟南允成一起睡的，今夜你该与我一起了。上次你答应我的。好，睡，等我换个大点的床太小了。我不怕，南允成那么一大坨他都睡得下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他对南允成跟对其他人是不一样的。南允成那样，他定然是要打人的。小牧野，睡觉这个事我们得再商量商量。不等牧野反应，他飞快往回跑，把谢思从石头上拎起来。谢思，我问你啊，我若跟一人睡觉，也决定负责，可还能与别的人睡啊？虽说以您的身份，别说一个，就是10个也得睡的。可你也说了，你对那人上了心，而那人又不为地位钱才跟了你，你若与旁人共枕，怕是要惹得你那心上人伤心。你是说我与旁人一起睡，他会不开心？那是自然。若是你喜欢那人与旁人共枕，你会开心吗？他想着南允成若是与牧野一起睡，他只担心他们会打起来，倒是不会不开心。可既是南允成会因此不开心，他便不能这样做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继续退话吧。谢思一呆，忽觉浓浓的压迫感自身后袭来。谢思看过去，南允成忽而转眸看向他。不错。说完，他便进了营帐。谢思更猛，什么不错？不错什么？这1个2个的都疯了吗？欺负到爷头上来了。林峰，上什么？最近学功夫学傻了是吧？像本王这种有身份的人，出现的时候都得有人报名号的。快点，一会儿人被带走了。林峰还在迷茫中。景兄，你这属下着实笨了点。他清了清嗓子。七王爷到。靠谱，这么热闹呢？丁大人，查案查到东营来了，请尽职尽责啊。东营这么多兵，你也不怕被踩死啊？参见齐王爷，实在是这东营欺人太甚，
刑部死了4名官员，总要有人负责啊！听大人要谁负责啊？本王昨晚也在，你旁人不扣，偏偏扣了本王的人，分明就是故意针对。本王何处得罪了你丁大人？你要这般针对于我啊？齐王爷息怒，下官并非针对齐王爷，只是刑部中人昨夜与东营将士同去查案，竟全部殉职，东营中人一个不少，此事必须有人负责。丁大人这话说的奇怪啊！刑部那2人来找东营求助，去的本就是危险重重之地。东营将士身体强壮，刑部官员羸弱不堪，有些危险来不及反应，何以怪罪活着的人？便是护不得性命，谁让你们东营答应他2人前去查案的？他们来求你们便去，是何居心？还有，为何不天亮才去？夜半时分，危险颇多，分明就是故意为之。景玉被气笑了，我以为我已经够不讲理的了，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！今日这人，本王说要保就是要保，理由嘛，便是今日太阳不错，适合踏青。丁大人觉得这理由怎么样啊？齐王爷，你也太不讲理了一些。承让，看来今日这不讲理的第1名便是本王了。参见摄政王，参见摄政王。哼，排场还挺大。求摄政王做主，刑部官员死于非命，下官不过是要带人回去例行询问，齐王爷却百般阻挠，甚至蛮不讲理的，以今日太阳不错，阻止下官行事，望摄政王明鉴。这般理由岂止是蛮不讲理，分明就是弄下官。齐王爷的理由倒是合情合理。丁康震惊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摄政王，你说什么？丁大人，刑部那4人是怎么死的？你该心知肚明。摄政王明鉴，刑部官员身死殉职，实乃东营之过，下官。刑部侍郎夜深不归，官员有性命之危，刑部官兵不闻不问，让其入东营求助，你一句不知，便想推脱4条人命，你坐这位置是屈才了。石渊不知从何处出现，手上捧着卷宗。刑部尚书丁康年50有8，任刑部尚书一职10年，10年间暗中收受金银，私放死刑犯8名，累及无辜数十人，妄动私刑，铲除异己，栽赃陷害，桩桩件件，罄竹难书。石渊将卷宗呈于南允城。丁大人，王爷说的不错，今日天气确实很好，很适合踏青。丁大人这乌纱帽却是不适合今日这天气，口押后审。是。南允城，你就这么把丁康给灭了，不怕钟老头找你麻烦呢？齐王爷可是在担心本王。是啊。放心。喂，本侍卫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景兄现在越来越像女人了？不许你这样说我家王爷，我家王爷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笨得跟猪一样。不跟你说了，小爷找大水球说去。谢四，你干什么呢？当苦力。天机阁的机关巧术，世人无不向往，亏而不得学。南允城居然让他用来给景玉做个门锁。谢四，这你做的啊？以前有个人啊，仗势。说到一半，巨大的压迫感突然袭来。以前有个人特别可怜，就是我。南允城，你来看。很喜欢。喜欢啊。将军，你干什么啊？谈谈人生啊。我不想谈。将军，你想怎么谈？我活了22岁，要不从1岁开始谈？谢四，上一个把我当成傻子的人，现在已经轮回3世了。说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说实话。将军，对不住，事出有因，不得已，我不过是以赎罪之人。向谁赎罪？南允城。我不许你伤害他。你曾经做了什么？为何赎罪？此事我不能说，总之我不能伤害南允城，你尽可放心。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逼你，但是你要是敢伤害他，我就剁了你。不过就你这样子，也不是南允城的对手。1个2个就知道威胁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子。外面有人找你来，说是什么公主。将军，艳福不浅呐。你迟早死在这张嘴上。北渊国受尽宠爱的公主，也是你能调侃的。撩拨立刻收了声，手捂着嘴。南允城，你快来。齐王爷如此着急，是想本王了？是啊，给你，离石狮托我送你的。对了，他虽然没说要我转达什么话，但是我想着就2只鸭子，怕你不明白，我觉得得跟你说清楚。离石狮说他喜欢你，这是跟你表示心意呢。一瞬间，
荷包在南允城掌心被捏成一团。南允城，你干什么黑着个脸啊？谁惹你了？七王爷这是要将我推给别人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帮个忙而已，毕竟离诗诗之前也帮过我嘛。你可知这是鸳鸯？鸳鸯不是鸭子，鸳鸯怎么了？无关紧要，小七，你须知道，只我收了这荷包，日后便有人入我摄政王府，用我的银子。你敢？那是我的。那你可用我这般对别人啊？哪般？南允城俯身在景逸唇上轻咬一下，离开时温柔吮吸，手不自觉地握上他的细腰。便是这般。我们不是最好的吗？那你还替人表达心意？你可以拒绝啊，诗诗公主说了，你拒绝她就不再打扰你了。定是要拒绝，可这东西污也，日后再有这样的事，你若不好推脱，便直接扔了，不必低于我。小七，只你的礼深入我心。我做的没这个好看。南允城微微拉开身子，盯着景逸的脸，忽地窥探出声，再也忍不住将人拥进怀中。他实在是爱极了这人小小声说话的样子。小七，你的礼无人可比。我的礼当然无人可比。南允城失笑，胸口的情绪和念头终是被他压了下去。再等等，再等等，这人这一生生生世世都必须是他的，他等得起。小七，今夜你可有空啊？有啊，你要我做什么事吗？今天是乞巧。景兄，你快出来嘛！我才知道今天居然是乞巧节，外面好热闹。我把大雪球拉出来了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嘛，好不好？哎，景兄，你开门呐！南允城脸色微沉，霸道的不许景逸动。引你住在七王府，闭门不出之时，可有看什么书？见景逸不答，两手分别握着景逸的手。鸳鸯寓意夫妻和谐，时常亦有女子绣鸳鸯以示心意。若日后有人送你任何鸳鸯物件，不可收。哦，那你喜欢鸳鸯吗？小七，我只喜欢你送。南云城，你个天杀的！大雪球说你在里面，你把景兄给我放出来！你天天霸占我景兄不放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去开门。小木也生气了。日后若有不知道的，可以来问我。你什么都懂。若有不懂之处，便得要七王爷多多指教。必须的，我去开门。景兄，南云城太过分了，总是跟我抢你。不是，是我找他有事。学主探人的功力用在此处，可是大材小用的。摄政王日理万机，不也是心思用在别处？本尊自叹不如啊！怎么又干起来了？不知道啊，我怕景兄你出事，都想破门了。大雪球就说南允城也在里面。不是，景兄，你两个关着门干什么呢？商量点国家大事。对了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今天是乞巧节呀，景兄，我从没有过过节日，你陪我去玩好不好？乞巧节有什么好玩的？南允城，乞巧节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景兄你问我呀。大雪球刚说，乞巧节就是每月7月70，男女之间互表心意的日子，送礼邀约什么都有。虽然我们是4个大男人，可外面热闹嘛，听说还有烟花。景兄，你陪我去玩嘛？大雪球都答应了，你也一起嘛？南允城，你要一起吗？摄政王身居高位，这种与民同乐的事似乎从未有过。学主震慑九州，人人闻而生畏，似乎也不曾现于人前。本尊乐意。彼此。今天怎么回事？这两人怎么一直对枪？怎么了？不爱，有人见不得别人好罢了。外面已备好马车。南允城，你又抢我景兄，你还给我！大雪球，你快点儿！薛明抬脚跟上，一行4人那叫一个貌合神离，真是好热闹。景兄，你快来！你看这里好多人，那个大树底下，而且都是女子，他们在做什么？那是留情树。寻常女子若喜欢谁家少年公子，送绣花、荷包，便是心意。可这世上也有那可望不可及之人，平日里都不得见一次。乞巧节时，女儿家们便将心意留在那留情树上。传闻，若与心上那人有缘，虽无任何交集，但只要留情于树，当心上人路过树下时，留下的信物便会落下，至此成就一段姻缘。这么神奇啊？可为何都是女子？本来是男女都有，可后来前来留情的女子太多，而且只为一人。慢慢的，那留情树上的全部情谊都只为那一人。那么多女子都只为一人，是为谁啊？听说是当今的一个什么大官，很厉害，老婆子记性不好。哎，小琴你来，
来，婆婆，怎么了？先前你姐姐说去那留情树，你可还记得那留情树是为谁？婆婆忘记了。是当今摄政王，婆婆，最厉害的摄政王。一时间，景玉和木野均愣了一下。摄政王，南允城。就连雪明也不由得弯了弯唇角，看向南允城，而南允城的视线里只有景。南允城，这么多人喜欢你啊！还有一句，景玉本也想问，这么多人喜欢你，那你喜欢谁啊？可还没问，就被木野拉着走。景兄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木野揣着几个信封，偷偷摸摸的回来。景兄，你看，真的是南允城，看这里啊，妾心悦君，唯愿君心似我心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还有这个民女祈愿，不求相知，但求一见，望成全。木野手上的书信忽然全部被人抢了去，书信全部化为碎片。小木野，我们去那边那棵树看看，快来！木野再次故技重施，又让他找到几个信封。希望入七王爷府伺候七王爷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上面就是这样写的呀。还有这个与七王爷共度春宵。南允城的脸色越来越黑，这回是木野自己碎了全部书信，气得要死。景兄，你等着，我抓个人回来问。景兄，搞清楚了，这人说你好男色。景玉一惊，大爷、小少爷、公子，真不是我说的呀，是街头巷尾都在传这事儿啊，说七王爷有断袖之癖，喜南风，大家都在说，不是我一个人呐。小木野，你先放了他。喜南风。景玉无语，这人为什么这么高兴的样子？只是个误会啊！景玉忽然有些招架不住南允城的眼神，移开视线，把黎诗诗的事说了一遍，所以我才让林峰散消息，都是误会。算了算了，回去了。他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可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高兴。木野还没玩够，委屈巴巴。七王爷还要养伤，学主如此闲，便陪着吧。本尊伤得比他重，是吗？那让凌风来陪。不必，本尊饿了。景兄，你先回去，一会儿我回来找你睡觉，一起睡哦。南允城，这么多人喜欢你呢？喜欢七王爷的也不少。那我问你，你喜欢男子还是女子？小七，你在生气吗？小七，告诉我你在气什么？不知道。可是因为那些女子，她们说想驾驭我，你便生气了？是啊。小七，你吃醋了？南允城，你别笑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这么多人喜欢你，你可想娶他们？小七，我不是说了不娶妻？南允城，我想到了，你便是想娶妻也不成了。你金库归了我，实则穷鬼一个，谁家姑娘愿意驾驭你啊？是，之后还要七王爷养着才行。那是当然，他说了会负责的，让南允城也在负责范围内。小七，我以为你不在乎。便是不在乎，他也是要寻着方法，一点点将这人的身心俱占。可如今一向潇洒不羁的人为他置了气，脑袋脸都红了，真是让他都心疼了。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天边绽放开硕大的烟花，照亮了整个夜空，红黄不一的繁华似流星坠落，响声接连不断，烟花一层层交叠坠落，漫天星光都比不上的灿烂夺目。你不是老早就说要回来了吗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我干什么？睡觉啊，你答应我的。忘了。他回身看南允城，那就一起睡就是，4个人还是睡得下的。木野倒是不介意，他跟景兄挨着就行。可回了营帐，南允城与景玉睡床，他跟雪明睡地上。景兄，我要跟你一起睡，我想抱着你睡。南允城沉着脸，手紧紧抓住景玉的手臂。回来路上，南允城抱着他不放，非要他答应不可以跟除他之外的任何人同睡一张床，才肯放开。你天天霸占我景兄，难不成睡觉还要霸着他不成？那帮人说我景兄好南风，我看你这个摄政王才是好南风。与你何干？我和景。雪明忽然凉凉开口，包子酒。莫言一下收了气，瞪了南允城一眼，给你的。什么情况？看在你对藏花阁网开一面的份上，小爷不跟你计较。想喝吗？景玉忙点头。景兄，这可是好酒，以雪山顶的雪水所酿，听说金贵的很，入口甘甜，入喉却烈，入腹灼热，然后通体暖热，真是好酒。我们家小木爷把这么好的酒送给南允城，可真是稀奇啊。哼，他解了藏花阁的封条，护了阿姐和子颖他们安稳度日，小爷我是恩怨分明，谢礼收了，之后再与我抢景兄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小木爷的谢礼可是最最宝贵的了。
今日这么开心，一起喝了它。来，果真是烈酒，只一碗便觉得脸热，可身体像是被舒筋斩骨一般，舒服的要命。我们一人说一个愿望，可以是能完成的，也可以是不能完成的。我先来，景兄，我的愿望是景兄一辈子平平安安，大雪求，寒毒早清。雪明怔愣了一瞬，他的寒毒清不了，算算时日，最多1年光景，他便该死了。烈酒灼心，从无不舍，如今却是有了生智，只不过晚矣。大雪球，你喝这么快干什么？给我景兄留点儿。一旁景玉用手肘打了好几遍南允成。本王5月只心有所求。求什么？南允成看向他，求一人心。景玉眨巴了下眼睛，景玉上头意识到了什么，却又反应不过来。你求什么心？没有心愿的人不许说。景兄，你的心愿是什么？我想活着，活久一点，多活一世。他就碰到了南允成。大雪球，你可有什么心愿啊？入主东宇。景玉无语。大雪球，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啊？这为何不是正事啊？谁家正事只说不干啊？景玉见雪明黑了脸，笑得不行。景玉贪杯，一碗饮尽，又倒了一碗。3碗过后，南允成便不许他再喝。此酒初时劲大，过后更是劲猛，再喝明日该不舒服了。乖，南允成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你小看我景兄，说话跟老妈子哄儿子似的，小心我揍你。南允成无语，景玉哈哈大笑，当心我家小妹也咒你。南允成侧眸，忽然抬手握住景玉的腰，随后脑袋凑过去吻上她红润的唇。景玉惊呆了，这似乎不太好。他转头看向雪明和牧野，两人均看着他和景玉，只一个瞳孔涣散，已喝得七荤八素，醉得不省人事；另一个眸光平静，直视着他。学主是不知非礼勿视吗？哼，摄政王不知房事，要避着旁人呢。南允成无语，景玉听着两人对话，心下一狠，眼睛一闭，直接装醉。现在就是天塌下来，也跟他没有关系。跟本尊来。干什么啊，大雪球？神神秘秘的。本尊问你，你景兄若喜欢男子，你当如何？喜欢就喜欢呗，我景兄想喜欢什么都行。你问这做甚啊？莫不是我景兄喜欢你了？那你就从了我景兄吧，他那么好。雪明无语，他转身就走，这一个两个的脑子都不太清楚。莫风带着一队人从两人身侧匆忙而过。有热闹看，我去找景兄。求戚将军派兵去往通石城，求求你们了！西域国内乱陡生，无子夺位，如今整个西域国不准进不准出，烽火四起，许多百姓都被误杀，人人自危。通石城更是守卫森严，从今晨起更是半点消息都没了。求戚将军派兵救救我儿啊！几位放心，此事我东瀛定不会坐视不理，即使我东夷百姓在别国遭难，亦不会坐视不理。此乃军营重地，3位请回，今日之内必给3位一个答复。戚王爷，此事棘手，末将须与戚将军商量一刻，再做定夺。摄政王有令，带东瀛前锋军前往西域国通石城，反我东夷百姓，不论贫富，悉数带回。莫风领命，带些懂打仗的兵。西域国内乱来的诡异，此行只怕凶险。虽主子已与如今占据通石城的大皇子达成约定，东夷百姓可安然离去，但防心不可无，须得谨慎呐。小七，与我在一处可好？这不是在一起吗？我睡一会儿。睡吧。南雨成定定地看着，手不自觉地伸向景玉的胸口，却在即将触碰的一瞬间收了回来，说跟他想的一样，此举不妥。小七，你可真是要了我的命啊！南雨成，你应该不能去西域国吧？还是得我去？莫风去即可，你留在这里。他去压不住场子，我最合适。南雨成不能亲去，他去还带着兵，会让整个西域国恐慌，到时候局面更加紧张，很容易出现问题。本王今去，西域国若乱，便由此覆灭，便算本王送于学主谢礼。西域国归于北雪，也是归那老头子，与本尊何干呢？况且南允城，本尊要西域易如反掌。别闹，我去。戚王爷，坐马车吧，稳些。景玉上了马车，行至城门口时，一个少年突然冲向马车，被赤渊和赤静拦下。景玉没有拉下车帘，一眼就看到了那少年。那少年望着他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没有声音，他却看得分明。他在说：姐姐，求你带我出去。还有多久？最多半年。最多半年，他将会控不住寒毒，冻僵而死。1月后，本尊将回北雪。你既当着本尊的面定了他，便也该护着他在意的人。南允城做事岂非仅仅是冲动？那夜醉酒，营帐中当着他的面那般，
一为告诉他景玉是他南允城亲自定下，他不可伤；其二，只怕在试探某人的接受程度，日后便是九州皆知这二人的事，他也不惊讶，只是他是看不到那一日了。本不该问，只是想来小七应会好奇，日后若问起，本王亦能回答，何以对他宽容特殊？少年坎坷，不失本心，本尊不曾做到，他做到了，不过是随手相护。他16岁时，为了活着，变成了心狠手辣、人人惧怕的北雪学主。木也让他看到，原来除了杀戮，还有别的路可以走。既是学主重托，本王应了。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雪明转身就走。姐姐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姐姐，你把我带在身边好不好？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你家里人呢？为何在此啊？我叫小鱼，家里没人了，都死了。本来想来通石城乞讨，谁知道突然大乱。谢谢姐姐带我出去。低头的一瞬间，他眼底划过一抹邪气的笑，夹杂着些许愤怒。本王是东宇王爷，你一口一个姐姐，是想本王杀了你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你放心。是谁让你这么喊的？是一个大叔让我这样做的，他说这样能出去，不会饿肚子。是吗？你要跟便跟着吧，不过管好你的嘴，否则……姐姐，我不会说的，你相信我。景玉懒得说话，同样的年纪，还是他家小木也可。南允城，你看，他不住地用眼神示意躲在马车里面的小鱼。是何人？景兄捡回来的讨厌鬼，又丑又脏，还缠着景兄，烦死了。缠着你，从通石城中带出来的。是啊，怪可怜的，先带着吧。七王爷何时有了善心？景兄带着这讨厌鬼干什么呀？我讨厌他。为什么？看他不顺眼。不顺眼，杀了便是。学主说的甚是。我是个好人。景兄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不许你这么说我家王爷，我们王爷就是好人。笨侍卫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哼，先打过他。小爷内力还没恢复，你说了在那之前要保护小爷我。雪明不耐烦的转眸，只冷冷的看了林峰一眼，林峰就扛不住了。王爷，怂样。去，正经点。他知道南允城不高兴了，可是这个叫小鱼的少年知道她是女子，他不能大意。木野都本能的讨厌小鱼，更别说南允城和雪明两个千年老狐狸，看人一看一个准，定是看出来小鱼有问题，可他无从解释。就算要告诉南允城她是女子，他也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说。而且如果他从男子变成女子，南允城可还会管他？听说南允城素来讨厌女人的，景玉不喜欢这样的自己，犹豫纠结，索性不说，维持现状。瞎胡闹，手上还有伤。有伤又如何？小七，可还疼？疼着呢。疼着还胡闹？我乐意。你想留着他便留着，只是不可失了防心。此人皮骨不和，因是异肉，居心叵测。我知道他居心叵测，他对我有点用处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。好好控马，本尊休息。木野哦了一声，看到景玉靠在南允城怀里睡着了，南允城居然握着他颈胸的手，还一副春风满面的笑容。我去，大雪球，你快看！南允城非礼我景兄，我要去救他。本尊如今伤重，打不过南允城。那怎么办？就任由南允城欺负我景兄啊！你又只是欺负？我当然知道，唐花阁里那帮子男人就喜欢强摸紫影的手，小爷不知道揍了多少这种人，不差南允城这一个。若是你景兄允了呢？那也不。什么？我景兄该不会……不会吧？景兄喜欢男人？雪明闭眼不语。我景兄喜欢男人，我也是男人啊，他怎么不喜欢小爷我？我不喜欢你。闭嘴，吵死了。便宜狗南允城了。那我以后要对他好一点了，总归我景兄喜欢的。也不知道我景兄什么时候瞎的，如何能看上南允城？南允城有什么好的？城府深，手段狠，还不如你呢。大雪球，要不你去把我景兄抢回来，帮你。闭嘴。一开始对于底下士兵的疑惑，七王爷为救东营将士身负重伤，摄政王悉心照顾，视为应该。后来解释的烦了，摄政王的事少管，脑袋不要了。后来便无人敢问。我景兄真的不烦南允城吗？天天在一起都不跟我玩了。雪明完全不理他，闭目养神。只有林峰想得最痛。我家王爷与摄政王亲如一家弟兄，感情好得很呐。我家王爷说了，日后与摄政王成亲都要在同一日，他们约好的。有人信，有人不信。不信的，林峰就要与人决斗，他赢便得信。林峰如今的身手，抵得上10个以前的他。你这侍卫胜在忠诚肯学，吃与为精锐所能，还以尽数学去。
林峰的功夫不会是你授意人教的吧？不然七王爷以为赤羽卫是何人都教的吗？好好的亲我干嘛？伤口好多了，今日会痒，记得不要挠，若实在痒来找我。南远成，你有哪根筋搭错了吧？我受的伤比你吃的饭还多，这点常识要你说啊？受的伤比我吃的饭还多，儿时在七王府有人欺负你？没有，秦玉的伤好得快，全赖雪明给的药。南远成，大雪球的身体还能有办法吗？雪主医术当世无双，他自己都没办法，便无人有办法。南远成，我想帮他。好，再过几日你与我去见师傅，他老人家是世外高人，兴许能想到法子。为什么我也要去啊？我又不认识你师傅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小七，你要见他。好吧，见就见。日后莫要与南允城对着干。藏花阁外街道的铺子，本尊以悉数买下，你1年去收1次银钱便可。本尊会放出消息，言你梦玉楼已被本尊所灭，无人会疑，日后不可接杀手活计。那些铺子也够你后半生娶妻生子所用。还有，百炼宫与南疆关系密切，不要离开东域，南允城会护着你。不是吧，大雪球，你可不许偷偷跑回北国。还有，你这交代后事的语气是什么意思？出什么事了？残躯入室，已到归时。是不是你身上的寒毒需要回北雪治？小爷陪你啊。陪？不用太感激，小爷我从没去过北雪，听说那里终年落雪，入木皆白，可以去看看。北雪终年落雪处指高岭雪山，北雪国距离高岭雪山有些距离，并非终年有雪。那你住哪儿？北雪皇宫？本尊若居于皇宫，北雪那老头子只怕日夜寝食难安啊。那住哪儿？你不必知晓，本尊回北雪是有要事，你跟不得。切，跟不得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哎，对了，你说买藏花阁街道的铺子，你买的哪条街呀？10条，全部。大雪球，你也太阔气了吧！记住本尊的话。那个小木爷，大雪球呢？他说要解决点事，晚点回来。景兄，那坨鱼怎么处理啊？什么那坨？景玉反应过来，哭笑不得。你说小姨啊？南远成，你在我这里好像有一点特别。这一点啊？那你还想要多少？全部。那你还挺贪心。小七，唯有你能令我贪心，不可再喝了。不喝就不喝，你喝喏。七王爷这是想灌醉我？是啊，你可愿？愿。南远成接过酒，一饮而尽。七将军，摄政王跟七王爷那是干啥呢？玩游戏呢。游戏？可往常也没见摄政王喝这么多酒啊，难道是摄政王心情好？那我等也该去敬酒啊！往常敬酒，摄政王都不喝，兴许今日可破例啊！你以为你是七王爷？哼！你现在过去敬酒，死了我可不给你烧纸！去，一边去！还有心思关心摄政王？赶紧走！他家主子从来滴酒不沾，便是喝了酒，也要用内力逼出，唯恐失了分毫理智，误了筹谋。可如今主子还认识理智这俩字吗？南远成，你送我回策应军吧。小七，去本王那里。你那里？你自己有住的地方，还跟我挤我那小床。那日后你睡我这里，那得先看看环境。这床有我的床10倍那么大了吧？南远成，你可知军中不可以这么奢侈？你这是什么？翡翠酒杯，还有这玉石砚台，明日全部送往七王爷住处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可本王倒是觉得这床也太大了些，七王爷觉得呢？南远成，你干什么？七王爷觉得本王想干什么？不是，南远成，你别欺负我没见过世面啊！你这分明是抱小孩的姿势，你放我下来，我翻脸了。南远成，这是你的？此印颁令，凡南家军莫敢不从，已许久未用了，喜欢？喜欢又怎么样？喜欢便是你的。南远成，你怎么什么都塞给我啊？小七，我是怕给你的不够多。小七，你可知道这样的你有多可爱？南远成，不能每次都是你，这次该我了。小七想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小七，我醉了，你管的。你醉了也得听我的，又不是不给你，但是得我来。你躺下。是否太快了？什么快不快？你快点。好。南远成，你确定你这样可以？晚。景兄，你昨晚睡哪里啊？怎么没回营帐？昨晚与七王爷相处甚是愉快，只是下回该轻点。你们昨晚干什么了？南远成，你嘴角怎么了？被狗咬了？江玉无语。南远成低笑出声：哼，活该被咬。那狗也是厉害，能咬到你。你告诉小爷，那狗在哪儿？小爷得好好的喂它几顿肉。那个小木爷，
大喜球呢？你昨晚不是说要去找他？啊，找了呀，后来我喝多了睡着了，不知道去哪了。算了，我再去找找吧。景兄，你离南雨城远一点，小心也被狗咬到。可要我帮你揍他。这一大清早起来就跟疯了一样，一直笑个不停。南雨城，好戏开场了。你说想见我有何事？我想问姐姐，以后能不能把小鱼带在身边？不用了，你何必要跟着我？我喜欢姐姐，姐姐，你都能把那个叫牧野的带在身边，就不能带着我吗？他小牧野，他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？我不能说。你不说就给我滚！那个叫牧野的，他会害死姐姐你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姐姐不怕死吗？就算他不是自愿的，可他的存在就会要了姐姐你的命。我当然怕死。姐姐放心，小鱼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他，你可以不用故意这样笑，很假。我自来不厌恶坏人，却厌恶假惺惺的虚伪做派。姐姐，我可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呢。既然这样，小鱼就不装可爱了。小鱼告诉姐姐，那个叫牧野的事，姐姐以后带着我好吗？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关于牧野，把话说清楚。好，姐姐应该知道百炼宫吧？姐姐不知道蛊王如何培育吧？寻一天生体热的孩童，放入最好的蛊虫，使其合为一体，期间不断的在其体内放入其他蛊虫，让虫子在人体内厮杀，如此循环往复10年。养蛊王期间还要喂那孩童吃些让身体变热的药，这样蛊虫才不会被逼出，直至在孩童身体最深处扎根，除非身体死亡，否则谁也取不出来。那蛊王就是为了杀他仇人的，听说他的仇人血脉特殊，寻常蛊虫无法靠近，只有蛊王。那蛊王破体而出后，会循着他仇人的血而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那丑老头的仇人是你的母亲呢，一脉相承。若那蛊虫破体，第一个找的就是姐姐你了。还有多久蛊王会破体而出？孩童、蛊虫10年，都是小牧野。说，听说就是那孩童的17岁生辰。你不是想跟着我吗？我答应，但是告诉我两全的办法。牧野不能死，蛊虫不能死，别跟我说你不行，不行就滚蛋。当然行，不过需要点时间。姐姐要救人，只能在体内杀死蛊虫，需要找几样东西。只是姐姐，这事儿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哦，要是南允城知道，说不定会直接杀了那只小虫子呢。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。南允城，你可算来了，快，我们偷偷跟上去。七王爷不许跟。景兄说的是山中容易设伏，跟在后面怕那鱼设陷阱，没说不许跟。这话你可敢当着七王爷的面再说一次啊？反正我不放心。南允城，你跟不跟？我景兄单独跟那鱼在一起，万一……闭嘴！他们从何处上的山？这边，让南允城探路，这样就算有陷阱，我也不会碰到，景兄就不会生气啦。姐姐，你怎么这么确定往这边走？这里都没有路。如果你的地图没有错，我自己去就可以，你在这里等着。姐姐，就这么在乎那只小虫子吗？小鱼以为你只在乎南允城。你以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姐姐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姐姐，救我！救你可以，拿到精灵果之后要做什么？全部说完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？我哪里不如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是小牧野，他会怎么做？就算是他最讨厌的人，只要我想帮，他都会跟着我帮，而不是用自己知道的一点消息拿捏我。只这一点，你便不如他。就因为他听话？是因为他真诚。若非真诚，邪主那般看透人心、谋算人心的主，小牧野那般好。那老虎一直盯着小鱼，随时准备冲上去将它撕碎。拿到精灵果，再取出山鬼血，混而服之，可治蛊王。至于怎么治，我也不知，只是在蛊方上看到过此法。山鬼血如何取亦不知，无人见过，故而难寻。小虎崽子，这才多久啊，就长这么大了？这正是他之前救下的小老虎。他没事，自己人。小白啊，不对，小白啊，带我去找你爹妈。走。姐姐，那我呢？你可以选择跟着，也可以在这里等着，随你。大白、二白两只老虎低低一笑，带着喜悦，
再靠近一点，我听不见景兄在跟那鱼说什么。刚刚就听不见，再近一点。南允成，你就不怕那鱼跟我景兄说你坏话？然后我景兄就特别讨厌你，再也不跟你玩了。你平日里说本王的坏话说少了，这不一样，那鱼肯定是骗人的，他肯定骗我景兄你杀人不眨眼，残暴无度，而且好色淫荡，景兄以后都不会再理你了。南允成脸倏地沉了下来，又往景玉的方向靠了靠。小爷还是什么都听不到，功力不济。大雪球，你能听到？能。哼，欺负小爷年纪小。唉，本尊转与你听便是。好，等回去让我景兄给你买最暖和的狐裘。南允城付账。这就是净灵果。如果记载为真，那便是净灵果。帮个忙啊！景玉伸手就把净灵果摘了下来。姐姐，你对南允城也这么好吗？为了他，愿意豁出命去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南允成已经是我的人了。早先我与他还在那水中共浴，南允成的身材特别好。小鱼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可比他更惊讶的是另外两人。想不到摄政王身材特别好啊！南允成一动不动，满脑子都是小鱼那句姐姐。说什么了？我景兄说了什么？什么身材特别好？你景兄说曾与摄政王共浴，很满意其身材。等回去我也要与景兄共浴。若不想死，便收起你的念头。南允成怎么了？疯了，不必理他。他是真疯了，感觉又想哭又想笑的，眼珠子都快飞到我景兄身上了。这么老远能看得清什么？南允成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把手从树上拿开，震断了树，我们可就要掉下去了。离他远些，与你景兄共浴或者是共眠这种话，日后不可说也不可为，要记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此人一疯。姐姐，若南允成死了，你可愿跟了小鱼？这话问的恶毒，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鱼，想动南允成，先问过我的刀。南允成捂着胸口，忍了又忍，才忍住了冲出去把景玉抱在怀里的冲动。是他的，这人是他的，他是他的。金灵果拿到了，该找山鬼了。虽然谢思说他是，可他自认没有控万兽的能力。小玉说的山鬼血，应该是那绿头发的小女孩，她应该是来找我的。到了山顶，在山的另一边，给本小姐搜。白衣女子也入密林，身影消失。这时，绿发小女孩往景玉的小脖子上套了一个银环，过了会儿，转身朝山下而去，精灵一般消失在了景玉视线中。这什么鬼东西？突然，他想起来还没取山鬼血呢。难怪说山鬼惑人，居然把这么大的事给忘了。他现在上哪儿找小女孩去？而且那白衣女子一看就不是善茬，在山间碰到，肯定又是恶战。只能试试他自己的血了，要是没用，他就拿谢思祭天。快，我景兄出来了，我们快下山。景兄你可算出来了。南允成没来吗？南允成本就自大霸道，你不听他的话，他自然会弃你而去的。景兄，你别听这条鱼乱吹泡泡。南允成他来了，但是刚刚走了。做什么去了？你问他。世渊，南允成可是生气了？七王爷，主子说让您自己想。景兄，南允成刚刚跟疯了一样，逃命似的跑得飞快，他可能中邪了，你别理他。东瀛，琪琪，从前。闭嘴！你再讲故事，我就让你变成故事大结局时的反派。谢思嘴角抽了抽，故事大结局时，反派都是要死的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将军，请问你们那儿一个男人亲另一个男人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男人亲另一个男人，怎么亲啊？就嘴啊！对于谢思目瞪口呆的反应，你们家那边这样的举动是什么意思啊？谢思被气笑了。什么我们那儿你们那儿，就是整个九州亲嘴都是代表喜欢的意思。可那是两个男人，难道不是兄弟情吗？谢思下巴都要惊掉了，他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。南允成呢？回皇城了。摄政王府？兴许吧。他不敢说呀。方才摄政王急匆匆回来，就像身后跟着什么洪水猛兽一样，全然失态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一回来就把他拎起来问该怎么对女子好。谢思摸了摸脖子，动作之大，差点没把他勒死。当时就想说，你摄政王不杀了人家，就算对人家好了，可他不敢。应是那夜与摄政王共度良宵，被他亲得死去活来的女子。突然这么一问，只怕是摄政王惹那女子生气了，可他也不知如何对女子好啊。南允成问的都是什么呀？该置办些什么？该如何说话？是否不可以太凶？管太多会不会让其不开心？还有什么若触碰，是否会觉得轻薄？
这都什么跟什么？亲了都亲了，还问这个？谢思想着自己长这么大还没有碰过女孩子的手，该如何对女子好，他怎么知道？南雨城，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。有。那你给我擦掉，我安全从银山出来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可好？好。他该如何？他能如何？差点忘了，南雨城，这里可是花楼，你来花楼找花魁做什么？本王对藏花阁有些疑问，谢思便让本王来此处解惑。不过很显然，此人是胡说八道。谢思本来就不靠谱，你还信任他？以后不信了。你到底问牧野的阿姐他们什么问题了？他们好像很害怕。本王来问，有个不省心的七王爷，该如何是好？我怎么不省心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，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，那条鱼伤不了我。倒是你，大半夜的闯人家女子闺房，南云城，想不到你还有这癖好。你想娶她，不然你如何不带着我一起？此话怎讲？此姑娘好看，我看着都喜欢。你娶她是可行，但是不可让她住我那房间，那房间是我的。你让本王娶她？哪里是我让的，分明是你自己找上门。小气！南允成气得咬牙，半晌竟急火攻心，吐了血。南允成，你没事吧？南允成闭着眼，死死抱着景玉，忽然张嘴，隔着衣服一口咬在景玉肩头。南允成，你是真疯了是吧？景玉疼得要命，你属狗的呀！小雪，你等着。等什么？可疼？当然疼了，你突然咬我干什么？堂堂摄政王咬人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泄火？我又不是女人，你泄什么火？我是男的。男的也可以泄火。咬人？或许别的方式也可。你方才让我娶子颖，你可知若娶了就会起？你敢？娶妻要做这种事？那你不要娶。好，不娶。小七啊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以后我在，是本王的错。你错个嘚儿，你错，你中毒了吧？本王与七王爷要歇息，你们该离开了。南允成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你又跟我景雄一起睡，你过去几十年都没学会怎么一个人睡觉吗？过去28年夜夜难眠，如今方能睡个好觉。他无耻，就是无耻。小七，随便吧，4个人一起睡也行，我不介意。可以吗？最后一个字在南允成警告的视线中硬生生憋了回去。陪本尊出去逛逛。女子清白之身不可再如先前那般随意，她何以躺下，与景玉之间留着半个身体的距离，侧身盯着景玉的侧脸，眼睛都不曾眨一下。大雪球，我们抱一下吧。理由？没有理由啊，就是你要走了吗？抱一下。如何抱啊？你也穿得太厚了吧，跟抱了一床被子似的，人都摸不到。本尊未冷，我还没有抱过我景兄呢。大雪球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哦。若是赶不及他生辰回来，他就见不到他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提前报了，再过几月他17岁生辰，蛊虫养成，破体而出，他就该死了。不过他不会让蛊虫破体的，在那之前他会自己结束一切。本尊必回。摄政王要娶七王爷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2个大男人如何嫁娶？咱们摄政王娶呗，这不就是聘礼了吗？哼，竟不知七王爷要嫁于摄政王啊！把你嫁给他，本尊无福消受。这是什么呀，景兄？好像是衣服，料子好滑呀。太舒服了吧？这是被子，还有这个。南允成有病吧？送这么多梳子干什么？还有彩石腰坠、玉佩、手镯，这都什么呀？摄政王今天好像像只到处散发魅力的花蝴蝶。小七，来。景玉正纳闷着，忙拽着南允成进了营帐。南允成，你干什么呢？外面那堆满了的箱子是什么玩意儿？军中所用，虽谈不上粗糙，却也不够舒适。那些都是些贴身的衣物和棉被，还有些柔软的布料，你用着也舒服些。至于那些饰品，也放着就是。你疯了吧，南允成？你到底受什么刺激了？你说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小七，我只想要你舒服点，只是却不能看着他受罪而假装不知。我没有不舒服，我被人看热闹才不舒服。南允成闻言，独自出了营帐。你们很闲。南允成立时回了营帐。你干什么呀？那是我景兄的东西。他并未收，没收也是南允成的，不许你碰。哼，再让你活几月，17岁生辰就是你的死期。
到。忽然一阵强劲的内力铺天盖地的袭来，小鱼便狠狠摔在地上，口吐鲜血。他会害死你的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要害死你。南雨长，牧野会杀死景玉，他故意留在你们身边，就是为了杀死他。景兄，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留在你身边要害你，我没有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一开始不知道景兄是景兄，我真没有，我没有。小牧野，我知道你没有，冷静一点。忽然，牧野顿时昏迷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心智受损。我一直在犹豫，小鱼的话半真半假，这果子也不知有没有毒，我不敢给小牧野吃。所以与他一处，只是为了帮牧野。不然呢？有毒无毒好判断，只是蛊虫之术玄乎。这果子不一定真的能压制蛊虫，待学主回来教育他吧。我也是这样想。去哪里？找个地方躲一躲。那条鱼知道我的事，万一他搞什么事情，让蛊王提前出来，会伤到我景兄的。蛊虫破体，你会如何？会死啊！这你都不知道，所以让你早点从北雪回来嘛，还能见到小爷最后一面。本来不想说的，都怪那条鱼，我烦死他了。为何不告诉本尊呢？告诉你干嘛？小爷我想了这么多年办法，也没想到怎么把虫子取出来。你又不懂炼虫之术，再说了，你不是要回北雪吗？你早就知道。我不仅早就知道，我还早就留了后手。什么后手？我趁着蛊王厮杀后的时间里，他们没有给我喂虫子，我自己往身体里面养了只虫子。反正过程挺复杂的，总之那虫子的作用就是在蛊王苏醒之后追着他杀，这样蛊虫就害不到人了。而在那之前，他们都会沉睡。对了，如果蛊虫提前苏醒，我送景兄的那只短笛吹响便可唤醒我养的那只虫子，一样可以防止蛊虫杀人。本尊虽不懂炼虫之术，却知饲养蛊王只需扛住厮杀，而饲养听话的虫子却要反反复复训练唤醒，过程比蛊虫厮杀痛苦1000倍。其实还行，就是有点疼。离你的生辰还有几月，不必担心，有本尊在，你死不了。你自己的寒毒还未清呢，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本尊想办法。百炼宫出于南疆，总有人知道解法，几月时间够了，本尊不会让你死。他这一身医术从未救过人命，现在也总该有点用处。别怕，大雪球，本想着跟你去北雪的，现在看来不行了。你别闭嘴，有本尊在，你死不了。别怕，很快就不疼了啊。他收回压制寒毒的内力，任由寒毒侵入五脏六腑，全部内力都在压着牧野体内的蛊王。大雪球，我有点累。记住，好好活着，待你17岁生辰日，本尊会回来的。牧野2声，又闭上了眼睛。以后听你景兄的话，性之相遇，劳烦七王爷护着此门。第二天，雪明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第一缕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头发，雪明原本的黑发全数变白，他整个人如同仙人一般飘飘欲去。大雪球，你可要我做什么？10年后，带他上高岭雪山之巅寻本尊，他便能彻底自由。景玉没有拦雪明，他懂他的骄傲，他该是要回北雪去了。赤宁，交出引领，本小姐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五月，你用禁术血咒操控青灵巨蟒，终有一日将得反噬。赤宁，你以为你懂得很多吗？你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又怎么样？我照样能找到你。哼，你所说的反噬，除非青灵巨蟒认主，等我拿到金灵，他们就会真正认我为主，何来反噬？你以为金灵随便就能认主吗？五月，你太天真了。你以为就你知道金灵认血脉？我当然知道。赤宁，你没想到吧？我已经找到赤瑶的女儿了，不就是血吗？你以为我这么多年就一点准备没有？换血之术，赤宁，你应该知道啊。五月，南疆因着继承而下的强大禁术，从来不会参与外界争斗。你不仅带出禁术，还纵容尸魁出世，你这样做会让南疆覆灭的。覆灭又如何？那也是在本小姐的手上覆灭。把金灵交出来。赤宁，看在你以前对我还不错的份上，我会给你留全尸。你应该知道的，金灵认主，其性凶煞无比，若是压不住，3年内其主必死。把金灵交出来。听说这2条蛇以前对赤瑶百依百顺，听话得很，偏偏本小姐要用他们时，次次都得以血为咒方可命令。
本小姐今天就让你死于青鳞巨蟒。本小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金灵交出来。赤宁痛苦地闭上眼睛。就在他快要失去知觉时，青鳞巨蟒忽然松开了他，两条巨蟒立起身体，忽而飞快地爬出山林。顾月惊讶不已，忙用血术召回，可是没用，青鳞巨蟒不听他的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被血术反噬。精灵认主了？怎么会？没有山鬼祭祀，怎会就认主了？这山鬼精灵自认其主，是以任其凶煞之气，其凶煞千年不愈。你把汤喝了。一定要喝吗？一碗汤而已。好，我喝。大伙儿别哭。南允成端着碗，面对着景玉，直接大口大口的灌，性感撩人。小七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？你现在要跟我比试？大晚上的，明天吧。南允成喝了大补汤的劲儿上来，就今晚，我等不及了。他掀开被子，来。小七，不急，替我更衣可好？乖，不怕。南允成，我头发不好打理的，你这样放下来，明天你跟我说啊。我给你输。小七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啊。可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小七，我爱你。南允成，没人教过我爱是什么，我可能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你爱我，我感觉得到。这样便好。可我也想爱你，可我不知道怎么爱你。有我在，我会教你。我很聪明的，肯定一学就会。那你可不要再因为旁人生气了。只能嫁我。娶也可以。南允成，我请你吧。你看我现在还是江主，还能号令百兽，嫁给我不吃亏。若非要娶你呢？实力说话。木野光着上身坐在冰天雪地中，冻得浑身发抖。监察小木野，能不能掏出大雪球这只白眼狼，就看你这孩子够不够美味了。才不到1刻钟何以能拿身体开玩笑？合着你老人家知道啊？你现在不是拿身体开玩笑？小木野，揍他！景兄，他受不住，我下不去手。外头冷，跟我来。此处寒冷可压寒毒，古王胜一筹，能保得身体最后一口热气，死不了。死不了，却也活不了，相当于被古王控制，他活你活，他死你死。景兄，之前去百灵宫时，我给你的短笛还在吗？在啊，一直好好收着呢。你吹响它。小木野，把我当傻子是吧？这玩意儿能唤醒你体内的虫子，它一醒，你必死无疑。不想活了呀？彼此。冰室里一阵沉默，4个人就看着一条蛇爬来爬去。有人在山下。千里眼，本尊与小银共处多年，知他些动作意思。走，看看去。小七，我叫赤宁，你的小姨。想不到血骨蛇还在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什么蛇？南疆疆主哀愁，就是你母亲，我姐姐。血骨蛇只认疆主血脉。那个，你是特意来找我的？是，自冬雨我便一路跟随，只是受了点伤，走得慢。你找我有事？赤宁正要开口，前面忽然口吐鲜血，又发作了。木野和南允成联手输送内力，方才压制住古王。体内有蛊虫。是，养了10年的古王。不是有血骨蛇在，为何要受此罪？你们是不知血骨蛇的作用。之所以叫血骨蛇，一因它体内的血可解蛇牙上所带寒毒，第二则是因为南疆所出之蛊虫均能被血骨蛇食用。没文化害死人呐！是小七在意的人吗？欠我一座金矿呢，可不能死了。你一日不惦记那点金子会死吗？会。学主莫忘了我家小七的金矿。薛明闭了闭眼，这俩人哪里是来寻他，分明是来送他上路的。这位夫人，他体内的蛊虫与寒毒都凶猛无比，这蛇真能行？可不要小瞧血骨蛇，在南疆，它可比金鳞巨蟒还要珍贵。还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浓缩的才是精华呀。血蛇灵性非凡，只认血脉，它是伴随精灵而生的。血骨蛇身躯无血，但它额头处有血，很少，但足够解1人之寒毒。只不过那蛊王想来定是百炼宫那个老不死的手笔，当年姐姐就将他撵出了南疆，不许他练尸魁。没想到此人竟还能练得蛊王，只是我记得蛊王应该在孩童体内练起，何以？是我，他将蛊虫从我的体内引入了自己的体内。说是这般，是蛊王已然苏醒，再换宿主入体，那可是锥心刺骨的痛啊！尚能承受。好，如此付出之人，本也该帮。只是蛊王已苏醒，且你身体看起来已无法承受血蛇精血，须得从长计议。他拿出一株草，递给景玉。这草混着你的血，给那体内有蛊王的年轻人吃了，能暂时压住蛊王。至于寒毒，暂时不可解，须得先彻底除去蛊王再解。
如此这般，他因寒毒而得的功力也能恢复，不过最多维持半年，半年内必须要尽快除掉蛊网，否则就真活不了了。去啦，小姨。姐姐，小七比我们厉害。我的小七，天下第一美，喜欢吗？小七，这里是东隅，我是东隅的摄政王。关于你的流言会传开，除非得我允许，否则无人能做到。如今东隅内患已除，若还能让外人算计了，我这摄政王还有何当的必要？姚妃要你掩盖女儿身，想来是为了躲避南疆。现如今他们已经找来，我们就无需再躲了。女子最美时，便该肆意张扬，美到世间皆知。其余的事由我。你是要将计就计，公开我的身份？虽然我无畏于断袖传言，可成亲时不想穿嫁衣。可行，他的身份迟早会成为别人拿捏的把柄，不如趁现在东隅百姓因为他的战功而对他崇敬非常时，主动公开身份，这样既面对面的解决了问题，也能趁着情感偏心时得到谅解，不至于被传言挑拨内乱。景兄，你快出来呀！他们侮辱你，你分明就是男人。虽然被南允城带得越来越娘，可是男人就是男人。外面的传言越来越凶了，他们分明是在侮辱你。你快出来，跟我一起去教训他们。我可谢谢你。看到景玉的一瞬间，外面的赤羽卫全部呆愣住，怎么跟见了鬼一样啊？杀千刀的东西，你居然敢背叛我景兄，居然跟别的女人，妻子有言了，看贱！谢明揉了揉眉心，在木叶经过他面前时，拎住他的衣领。看清楚，他就是你景兄。你放屁！我景兄怎么会是女人？大雪球，你被南允城策反了，居然还帮着他！绝交！我景兄呢？你把我景兄藏哪儿去了？你是不是害怕我景兄因为你的背叛，害怕他杀了你？你就先下手为强了。你把我景兄还给我！小木野，是我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的声音，别激动啊！景兄，你怎么变成女人了？为了南允城，你男人都不做了。姐本来就是女的，你给我正常点啊，不然杀了你！果然是景兄，谁才是我景兄吗？景兄，你刚刚笑那么温柔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南允城背着你找女人，我都要替你报仇了。一边玩去！主子，流月大公主、天机阁阁主，还有北渊公主以及乔大人在门口求见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